我不知道哎，真的啊，女超级的同学，那我们有没有这个？除非是产品，那个是上手，因为他说很多形式，我们是一个部落同学，哦，清大这边的，哦，那随便发一个，然后。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你是重建。第三把。
不好意思，我们准备的时间有一点延后，然后呢，现在可能需要请老师们到外面帮我们做那个签到的部分。然后呢，因为今天有一些活动，所以又有分组。那老师看到你桌子上有一些贴纸贴，那如果你是那个组的话，再请你到那个组那个座位去坐这样。这样子。一样哎，都要回去，刚好对，都要回去。把这个放进去就好了。你是第四吗？可以吗？可以吗？一点半吗？我看我们都是一，对，我们就把这个菜这样放进去。那可以。下来了啊，请你看。因为台湾体育是我更神想的题目。笔记本是很贵。我不知道，我人啊，对。
所以先最难的让我们找到现在是有效果的。因为那个有一些因为天气的关系，有些人还没有办法进来哈，所以大家就是这边现场有一些植物啊，等一下都是我们上课会用到，大家可以站起来就是随意看看哈。还有就是那个不知道传染病的教材，我们都先站起来走动一下哈，然后等一下等大部分的人都到了，我们再开始工作坊哈。真的把山林搬到教室来了，就是野外采集的那个植物，等一下会提到。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你们认得的几个哈。专辑跟老师专辑，很好，专辑有乱来。所以就对。这个都是那个野草吗？野草，都是种的，除了小米是种的之外，都是野外的。好。这边了，你们都好前面了，我快速
么店主？来，原来是看这个3页了。我可能在旁边那个地方。在这边可以吗？哦，放下我的手。里面除了上，里面除都是美女，这样子土沙呀，妈咪还是有点他们剧都接受了，接受了，好，那我们差不多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哈。那我是清华大学幼教系的教授哈，辛建庭，然后同时现在也是系主任哈。那很开心欢迎大家就是今天来参与这个工作坊的活动。那今天工作坊的学员有很多都是老面孔、老朋友啦哈，因为我之前在这个桃园复兴啊、新竹坚实啊都有做一些辅导的工作，还有就是邀请老师加入这个计划哈，所以有认识蛮多的
老师是一直在做这个原住民的幼儿的课程的这个部分哈。那从这个课程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有关于注音的教学哈，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原住民地区的孩子哈，他们应该要去培养双文化的能力哈，所以一开始是做这个声韵的课程哈，所以相关的教材哈都有放在这边，然后大家等一下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翻阅哈，然后所以前期刚好。那个慧玉老师他刚离开了哈，他是我最早期计划好的那个加入计划的老师哈，然后他是南澳那边老师，那可能也是慧玉在这边南澳的老师哈，所以他可能也是今天从最远的地方来的哈，他昨天就先到那个台北哈，然后今天才到新竹哈。那第二员应该可能就是司马库斯的老师了哈。那司马库斯老师是我长期合作的老师，就是很多，就是我所有关于从声韵啊，然后幼儿 STEM 哈，然后后来的那个族语教学哈，都有跟司马库斯老师这边合作哈。那至于他们有没有去实施那个课程，就看他们的那个自由意志啦哈，我不能那个强迫他们这样子哈。那其实就是桃园复兴这边老师是我合作最久的老师哈，然后。做了就是幼儿的 STEM， 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泰雅语的这个地方都有跟台湾复兴的几个老师去合作哈，然后我们有把这些研究的成效哈发表成那个国际论文哈，就是跟国际沟通去看我们在原住民教育的这一块哈，就是针对双文化能力，一个是主流的这个阅读啊哈，然后数学科学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是自己本身的文化跟语言的这个能力哈也很重要哈，所以在这10几年当中哈，跟这些老师们一起合作哈，然后发展教材，然后实施这个课程哈，然后去看小朋友的成效，然后也做这个国际的发表哈，所以十多年来累积了蛮多的成果，然后今天也是这一个一系列的10几年的研究的延续哈，是有关于去综合我过去有关于这个族语的教学哈，然后还有这个STEM 的教学的这2大部分哈，把它结合起来。那希望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研习啊，可以让老师去整合，就是我刚开始一直提的哈，就是原住民孩子的双文化能力很重要哈。那刚好这个计划就是在了一个就是可以汇整的这个时期哈，所以汇整了 STEM 就是主流的文化能力，然后泰雅族本身的这个语言跟文化能力也很重要，小孩子也应该要学习哈。那把这2个领域去结合，去做一个就是以那个泰雅族的这个要用动植物知识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 STEM 的课程哈。那这个课程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的课程因为老师们在实施课程的时候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课程，或者去设计一个有系统性的课程哈。所以这个是现场，所以他现在是看着荧幕，就是他只是听我的声音就对了。现在有看到老师哦，因为我一直站在他的背面。有，这样还是有看到老师。这样还是这么厉害哦。还是有看到。哦 ，OK， 好。所以现在现场有人吗？没有。哦，没有人哦 ，OK， 好。那因为有一些伙伴哈，他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参与这个活动哈，然后所以我就是会有那个把这个现场活动做录影哈，然后可以后续的来看哈。所以今天先很开心哈，就是很多的老朋友，然后很多的伙伴哈一起进来学习这一个泰雅要用动植物知识的主题课程的设计哈。那好，那我们就直接先进入这个今天的活动哈。那今天的活动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先介绍这个AI 的工具哈，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个我等一下再说哈，就是我跟中央大学的老师一起合作发展了这个可以用 AI， 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习泰雅语哈。那因为原住民的族群很多，
那我这10几年来都是专注做泰雅族的部分哈，所以会是比较集中去介绍这个泰雅族相关的文化哈，然后把它融入课程里头来哈，然后所以这个 AI 的工具它也是以泰雅语为主的一个 AI 的工具哈。然后第2个小时呢，我会介绍那个呼吸道传染病好的这一个方案课程。那这个方案课程，我也会跟你们讲，就是它跟我希望你们可以去设计发展的这个泰雅要用动植物知识的这个课程哈，它的关联是什么哈？然后中间就是愉快的午餐时间哈，我们有定了一个现在好像蛮流行那个健康的餐盒哈，所以有去找了一个健康的餐盒让大家来享用哈。然后下午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找到了那个2位老师哈，苏毅老师还有朵玉老师，他会来跟我们讲，就是他们2位老师长期有在去收集这个泰雅的药用的动植物的知识哈。那他会来跟我们分享这次他们的这个收获哈。然后另外就是刘以欣哈，就是以欣他在这边哈，就是他一直是我的计划助理，然后如果有跟我合作的话，大概都会一直有跟以欣有联系哈，所以他这次也会来帮我们去带领下午的课程哈。然后最后呢，不是这么轻松，今天不是来听听就可以走了哈，就是今天最后1个小时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课程的设计哈，把你去运用你今天这一个4个小时学到的这个内容哈，然后跟你的这个小组的伙伴哈，去设计一个主题活动网哈，然后呢大家已经花了那个力气去设计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票选哈。然后你可以去投你觉得就是这5组里头你觉得最好的那个课程是什么哈，然后这个得奖的最佳的这个课程的奖哈，我们有一个奖品会送给大家哈，那这个价值还蛮高的啦，就是有应该有700-800块的一套，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族语教材哈。有些人已经拿到，他可能想说，那我不要那个，我不要这个奖品哦，没关系，还是要努力哦。他有这个奖品，是给大家哈，这个也是我们团队发展的这个教材之一哈。好，那我们就先进到这个课程里头哈。那这个研究案呢，叫做泰雅族药用动植物STEM 方案课程跟 AI 的语音系统哈，它比较特别的就是有2个点哈，一个就是是用泰雅族的知识当成是一个教学的主题哈，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的研究可能都是拿一个主流的课程的主题哈，然后去融入原住民的元素进到里头哈，那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是完全希望是教导原住民幼儿或者是主流的孩子，因为我们今天也有伙伴是在平地的老师哈，就是在城市地区的老师也来参加哈。那竹东老师是不是还没有到？是不是？就只剩下1位。在路上。OK。至剩今天2个有活动，所以没办法。OK， 好，所以待会会再过来哈。所以像竹东的老师。他们的班上也许有蛮多的这个原住民的孩子在里头哈，他也适合去进行一个以原住民以原住民文化为主题的一个课程哈。那即使不是像竹东这么多泰雅族的原住民的孩子的班级，也许你的班级里头只有一两个，我们这边也有市区的那个族语老师嘛，对不对哈？然后如果是族语老师的状况，你的班级里头只有1个孩子或是1-2个孩子是原住民哈，他其实都是适合来进行这样子是以教导原住民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或者是在族语课也更适合，因为他必须要去语言跟文化的学习都是共同的哈。好，所以这边我们的研究团队另外一个特色是加入了中央的这个王嘉庆老师的这个研究团队哈。那这个研究团队他帮我们做的是那个 AI 语音的部分，他等一下会跟大家粗略的介绍，因为其实我对这个领域也蛮陌生的哈，但是听这个老师讲哇 AI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所以
那时候就是跟这个王家庆老师许愿，我这个 AI 我希望有翻译的功能哈，然后我希望它可以说出就是如果我跟他说泰雅语的话，然后如果我跟他说中文的话，那他可以帮我翻译成泰雅语，或者是我跟他说泰雅语的话，他可以帮我翻成这个华语哈。那所以一个这样子的工具，对于小孩子他在学习这个方案课程的过程当中哈，他可以用这个 AI 来帮助小朋友去学习哈。比如说我们定了一个泰雅药用动植物这样子的主题，那在探究过程中，孩子可能就会分享他们的探究结果嘛哈。那比如说他可能会说他想要用族语讲马告闻起来香香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用族语说。那我们现场的班级的老师可能大部分人也都不会族语哈，那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 AI，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中文，然后他就可以帮我翻译成泰雅语怎么说，他会说出来给你听哈。他除了说有文字之外，还会说出来给你听哈。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工具哈，对于我们要传承这个原住民语言哈，还学习原住民语言是相当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计划的特色就是开发一个这样子的网页哈，然后融入这个课程里头，让老师你在带领孩子去进行这个主题课程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做泰雅语的学习，跟用泰雅语去分享小朋友的学习成果哈。好，所以这个是大学团队是我哈，然后还有这个中央的这个王家庆老师。然后我们有2个 PM 哈，一个是以欣哈，就是在这边，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央的这个王腾辉哈。PM 就是管理这个计划哈，因为其实这个计划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学生哈去参与，才有办法去进行哈。那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可以，我们这个清大这边可以做的部分，因为我们对这个程式设计啊哈，或是 AI 的这个语音模型发展是没有专长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建制这个语音资料库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要去训练 AI， 你就是要喂它大量的这个资讯哈，所以清大的这一端是在去收集各种的语音资料哈，然后去建立资料库，然后喂给这个机器，然后让这个机器就学习，因为机器有时候比人脑学的还快哈，因为你只要给它大量的讯息，它就会处理，然后它就会学习到这个泰雅语的规则哈。那所以中央的部分就是负责发展这个 AI 系统还有网页哈。然后另外我每一个研究都会去邀请就是泰雅族的这个专家或者是其他族群阿美族的这个老师哈进到我的课程的发展里头来哈。那这次也不例外，就是有一些泰雅语专家等一下会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活动的是苏毅老师正在外面哈，他正要走进来哈。苏毅老师哈，然后斗佑老师也都是长期合作的哈。然后另外是有一位张新鲜老师哈，他跟林纯贵老师都帮我们去负责这个 AI 的录音哈，就是我们喂给这个 AI 录音的档案，然后他就会学习。苏毅老师刚好介绍到你哈，就是一直还有斗佑老师也来了，然后他们也带了更多的植物，等一下要来跟我们分享哈。好，所以所以等一下的 AI 哈，男生的声音就是张新鲜老师的声音，然后女生的声音就是我们斗佑老师的声音哈。然后另外那个苏毅老师他也编了非常多的教材哈，我们后来才发现就是有蛮多的这个泰雅语的教材，那我们都收集来放进到我们的这个那个资料库里头哈，去喂给这个机器哈，让它去学习泰雅语哈。那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台湾语文学会的那个知芳老师哈，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司马库斯师母哈，3月师母哈也在我们这个计划当中有很多的协助哈。下一页。那我这个计划哈有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哈，是主题是泰雅的那个要用动植物知识，对不对？那在开这个工作坊之前呢，我对于泰雅的要用动植物知识，其实一开始是只有那个苏毅老师跟斗佑老师他们有帮忙协助做一些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收集这些资料哈。
所以在比较前期的这个计划里头，他就有帮我们这个计划去列出来一些这个药用动植物知识哈。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提供这样子的教材给老师去设计的话，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子的，一开始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会是这个植物它的名称是什么哈，然后它的药效是什么哈。那这样子当然是可以变成教材，但是对幼儿来说，他可能就会没有那个吸引力哈，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太枯燥，然后我为什么要学习哈？所以我们后来就想到，就是要去访谈这一些老人家哈，从他们的跟这一些药用动植物的互动经验里头，去收集他们的这些经验里头，然后把它转换成故事的形式。那如果有这些故事，就是老人家他小时候啊，因为他可能顽皮啊，在山里面跑，或者是他跟着爸爸去打猎，或者是跟着妈妈到耕地去工作的时候受伤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帮他做治疗？如果有这些故事，然后带到我们的教材里头来，那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当然就会精彩非常多哈，因为孩子喜欢听很多的故事嘛哈，那自然他们就会对于这样子的植物哈动物会印象深刻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收集这些老人家他们他们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哈。那我们收集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的这些药用动植物都只存在老人家自己的脑袋里头，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再传下去了，就是自己的孩子也都这些老人家大概我们选的是65岁以上的耆老哈，然后所以这些都是不止做那个阿公阿嬷了哈，都已经做到那个阿祖的那个层级了哈。那但是他们的知识很少传给他们的孩子，那更不用说他的孙子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收集这些资料过程当中也很宝贵，是把他们的这些经历收集起来哈。然后我们现在是暂时先放在网页上面哈，就是大家之后如果要进行相关的课程的话，就是可以上面。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好，去收集相关的，去看这个相关的故事哈。那我们目前就是访谈了11位的耆老哈，然后他们分布在这些地区哈。那我本来就是想说画一个比较大的地图哈，让大家可以先看得到，就是说这些部落哈，是在桃园啊跟新竹的哪一个区域哈。那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在这个红红的点嘛，就是这个雪山山脉的这一块哈，所以都是在山区的活动，它的这些知识都是来自于山区的哈，所以有这个比尔外啊，然后高义部落哈，然后沙轮子部落，然后马里光哈，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地理的界限上面，我们会分桃园啊，分这个新竹哈。但是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区域，它其实是这些区域是连在一起的哈。虽然它分成是新竹，然后桃园，可是其实它，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一块，它是在这个大汉溪，这是大汉溪嘛，对不对？这个部落这边，桃园复兴的这边，你们比较有印象哈，就是大汉溪的这个沿岸哈，然后包括马里光，它都是这个大汉溪的这个河流的部落哈，然后另外一个就会是这一条溪哈，就是流到这个头前溪的部分，但它上游应该是另外一个名称哈。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部落里头去收集到，就直接到那个部落，然后去访谈那个老人家哈，然后去看他当地的有哪一些植物哈，所以老人家在访谈完后，就会带着我们在部落里头去马上找哈，那个不是他们的想象，那个是在当地还找得到的一些植物，但有些很可惜是有些植物是小时候他们知道，但是现在长大再也找不到了哈，因为好像就是因为农药啊，或者是他们山坡会除草啊哈的关系哈，所以有一些原来的存在的这些植物就已经不见了哈。好，往下。好，所以会是这些老人家哈，然后巴度啊哈，然后
友浩长老在比亚外部落的，然后这个高义部落的瓦旦老师哈，然后还有沙鹿子部落的舞棒这个耆老哈，然后在马里光的就是师母的爸爸跟妈妈哈有命跟喇哇耆老哈，然后我们在司马库斯有访谈这个马赛头目哈，然后吉瓦斯耆老哈，然后在这个比利的部落有访问雷萨耆老哈，然后到白兰部落的绕耆老，还有就是松本部落的古麦这个耆老哈，那这个都是老师们推荐，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些耆老哈，然后他们也有蛮丰富的这个动植物的知识哈，那这些耆老甚至有些人还觉得，就说，哎，为什么我们会想这个主题来做哈？因为通常我们想到原住民，不会去想到要用动植物的这个主题哈。那所以这个是蛮珍贵的哈，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去收集织布啊哈，或者是打猎啊这样子传统的东西，这个已经很多了。那但是要用动植物的相关的知识反而是比较少的。那但是我们进到去访谈这些耆老之后，发现真的这些东西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很可惜是没有传下来哈。那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打猎啊，然后织布这些东西，它还有很多的文献啊，很多的资料或很多的课程都有编出来了哈。那这个泰雅要用动植物才是在一个起步的过程哈，所以这个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主题相关的教案啊、相关的课程给发展出来，给流传下来哈。然后不只是这些教案，更重要的是要教这些原住民的孩子哈，或者是一般的汉人的孩子，也去了解就是泰雅的这一个知识里头的这个要用动植物知识。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哈，就是我们访谈的一个摘要哈，就是更让你们看看每一个耆老哈他们智慧的模样哈。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字幕，然后有一些耆老他是用全族语去跟我们做访谈哈，然后因为我们有搭配族语老师跟我们合作哈，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翻译，然后再追问，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蛮珍贵，就是他们可以用全族语跟我们做访谈哈。那现在还没上字幕，之后会用翻译。那等一下我们可能请族语老师稍微帮我们翻译一下，就是耆老讲什么哈。老师他刚刚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晚一下再。哦，好。这个机器总是这样子，就是昨天所有的都测试过了，但是一定都会在那个活动当天就是会有一些小状况，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以心在，我就可以继续往下哈。那我先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计划的一个理论架构。因为我所有做的课程哈，都是有根据理论的基础哈，因为我觉得你要有理论基础，然后你去做课程哈，然后你去检验这个课程的成效哈，它才可以发表。好，那这个发表不是说我很想要透过发表，然后让我可以变成教授啊，好变成然后拿到奖金，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好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严谨的研究哈，它其实是有机会跟国际对话的哈，就是让人家知道，就是我们台湾在做原住民教育这一块，其实而且是针对幼儿的部分，是真的做得不错的。我们是有经过严谨的这个研究的设计哈，然后有去检验这个课程的成效哈，然后当然它才能发表哈。所以发表它不是那么容易，它一定是要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哈，然后他才可以去被这个评论者，我们说就是审查者哈，去接受这个文章哈，所以这个计划它的那个课程的这个理论架构哈，我们用的是这个文化持续教学法哈。那我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讲太多细节哈，但是请大家记得，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这个在做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常常听到的是第二个这个文化回应教学，或者是文化融入教学，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过请点头。这个你如果你在原住民地区服务，然后或者是做跟那个原住民教育相关的哈，没有听过这个就要打屁股了哈。那所以这个文化回应哈，它讲的是它其实讲的是我要教的是主流的课程，但是我是融入原住民的内容哈，来去教学哈。比如说我可能想要教数数，这是主流所重视的这个数字认知能力嘛哈。那我用的内容是可能平常的市区的课程会是属什么啊？属糖果好了，属糖果哈。那如果我做文化融入，我可能会去属什么？属山猪，大家最爱属山猪哈，或者是说属那个原住民的什么文化的元素，马告哈，马告属的这个马告哈，所以这个叫做文化融入，因为他要教的还是主流的这个数学的能力或者是科学的能力哈，然后我只是融入这个文化那个原住民的这个内容哈。那现在就是大家学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文化持续哈。那文化持续的这个教学法，它的主体是这一个族群的文化跟语言了。那主流文化变成是一个融入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整个课程一开始我一直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双文化，这个关键字你就把它写下来，就是双文化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在带给这个原住民孩子的时候，他不会是只让他去学，因为学传统的语言文化很重要，因为那是他的根本，好，他这个根扎的稳哈，他才可以往上去生长哈。那但是他必须要融入这个主流社会哈，所以主流社会的这个能力它也不能少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主体会是这个族群的语言跟文化，但是我们会融入这个主流所要求的能力哈。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就会是这个课程以这个课程来说叫做。我们要小朋友学习的是泰雅的药用动植物知识，对不对？但是我也可以在这个探究这个学习跟探究这个泰雅药用动植物知识的过程当中，让他学到一些 STEM 的概念，或者是 STEM 的这个探究的概念哈。探究这个概念其实也非常西方哈，就是原住民他可能不是这样，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他不是这样子教孩子学习东西的，但是西方的科学，它有一套过程，就是做科学的探究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希望孩子他也可以学到西方他怎么样去探究这个某一个东西哈，比如说做实验或者是做系统性的观察的这样子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是融入了主流的实作，但是我们的主体不要跑掉了，其实是我们要教他的是原住民的知识跟文化。好，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尤其是对原住民的孩子哈，更重要就是你把就是他的族群的语言跟文化放进课程里头来。这个我们在过去的研究都做了非常多哈，这个完全一定可以去增加小朋友对于自己族群的认同哈。那对于自己族群的认同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哈，因为很多孩子他现在在部落里面长大，他其实没有接触到那个其他的这个同侪哈。那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受保护的那个环境长大，但是呢，他可能国中之后，他就是进到这个市区里头，他们会遇到的这个歧视或者是被偏见啊，或伪歧视的状况哈，很多大人你们都知道哈，就是在部落的这些老师们都知道哈，所以他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的文化之后，
他去接触了这个主流文化，当他面临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其实很容易被击溃，然后他很容易就是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哈。所以小孩子去发展，就是原住民的孩子去发展对于自己的认同是很重要的哈。那我这边也会提醒，就是让另外一个让主流族群的孩子去学习少数族群的文化也是重要的哈，因为他才会从小就知道，就是因为你在课堂里头，你教了这些给大家哈，所以这些主流的孩子也会知道说，原来就是原住民的知识也是重要的，我们也是要学习的。所以他就是从你的课堂里头得到一个 message， 就是得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原住民的知识是重要的。那我从这边我就开始是怎么样去更尊重去欣赏他在班级里面的原住民的同学或者是其他族群的同学哈。所以不管你的班级里头多数是原住民或者是多数是汉人哈，都适合来进行这个文化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它对于双方的小朋友都是有帮助的。好，然后另外一个理论的架构就是原住民知识这一个概念也很早就有人提出来哈，1998就有国外的学者提出来，就是原住民知识它是有它的那个知识系统哈，因为它一定是有这些知识，它才可以保有这个族群可以存活哈。所以我在去访谈的这些耆老之后呢，我就下了一个结论哈，我就说，如果这个世界哈发生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话哈，只有原住民可以存活下来，因为他们才会知道，就是我受伤了，或者是我的房子毁了哈，那我生病了，我拉肚子了哈，我不舒服，我头痛，我发烧了，我怎么样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去采我知道的这些草药哈，我就先做治疗了哈，因为在那一个状态之下，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拿到那个现成的药了哈。那所以原住民他才有这个知识，可以让他的族群给存活下来哈。所以这个是然后他们原住民也很会那个盖房子啊、铺路啊、造桥哈。这个以司马库斯这边的例子哈，就可以是不是？同学不要那个一直聊天哦，已经 Q 到你了。因为我是几月的时候去司马库斯去，应该是3月你们樱花季的时候哈，然后那时候我发现了就是我们是几月有台风啊？11月的去年11月有台风哈，所以其实我们市区没有看到很多的灾害，大概只很多的那个树会倒了哈，但是其实在司马库斯部落它经历了蛮大的灾难哈，那个灾难不是人员伤亡了，而是整个那个地景都破坏掉了，因为大自然力量真的非常的可怕哈，所以他们原来的那个巨木步道的地方哈，整个就是路都已经快，巨木就是大家有去过司马库斯举手？还蛮多人的哈，所以你们应该很喜欢那个就是巨木步道嘛，它就是有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巨木在里面哈，然后可以享受这个森林浴，然后看到这些几千年的这个神木在那个地方哈。那因为那个11月的这个台风之后，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这个路都已经毁掉了哈。那你们用了大概多久时间去重建？不到2个月哈，52天，52天去重建那个地方哈，再开出新的那个步道哈，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在入口的那个地方已经就是沙石，那个很大山上很巨大的石头就是滚下来哈，然后那个是没有办法清理，那个大概就是只能靠着自然的力量去恢复它应该有的样子哈，那但是他们就是重新把这个步道再盖出新的步道哈，可以让这个游客再去欣赏这个美好的山林哈。然后更不用讲，就是他们连外的道路哈也是冲坏了，那个桥也是冲坏了哈，然后都是靠族人哈，才几个族人，所以有50几个人，160个人哈，去修桥。然后其实他们拿到那个市政府的补助有帮助吗？没有，还没有进来。对，
他们要等到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在里面，就是被隔离在里面太久了哈，所以他们就是自立自强，自己去修那个桥哈，所以我才会说，如果就是真的发生很大的那个灾难的话，真的是有原住民他才有这个知识是可以顺利的去生长哈，所以原住民知识重不重要？重要哈，因为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当然有各种知识让我们可以现在生存哈，但是原住民知识它是有它的那个价值存在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方案课程的这些相关的理论哈，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大家介绍。那很多大家都是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哈，所以对于方案课程应该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那等一下再做一些复习哈。所以这个计划主要是3个部分哈，一个是访谈耆老的那个要用动植物知识哈，然后第2个部分是跟中央的老师合作哈，他们去发展这个AI 的语音系统哈，然后到时候会进行到第3个哈，就是现场的老师有几个幼儿园已经说愿意去执行下个学期的那个课程了哈。那还没有加入的呢，赶快加入哈，不要害怕，因为过去有跟我合作的老师呢，都知道我不是那一种就是要叫你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去批评你做的好不好，我不是这种老师哈。我是辅导的老师哈，就是你们需要什么资源，或者是你们需要一些脑力激荡，需要我给你们一些 idea 哈，我就是会跟你们一起讨论哈。所以把我视为一个你们发展课程的资源，而不是去看你们教的好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哈。所以欢迎更多的老师就是加入这一个计划，然后我们一起来发展课程，然后一起来实施这个课程，然后让更多的原住民孩子还有汉人的孩子哈，可以学到这个原住民的知识哈。那个影片 OK 了吗？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那个耆老的风采。Timun ng market, mamaya. Và ảnh hưởng đến nhiều học sinh phụ在上面，然后还有那个跟那个茎啊，两边的节都把它剪掉以后，用它里面的汁啊，把它吹到那个伤口那边，消炎止肿。Keren ako lang. Kasi bak minum. Siya sepakat ng mga sa kamusta ng laki ya. Laki siya sila. Oh, ya sila. Mula na sa kami na Luiso. So basta sila doon hanggang yang santen sa mundo sila. Opila. Ay pura. Hindi pero no na siya okay na ruangan adalah. Gitu loh. Dan gue udah malah 师母，你帮我们简单翻译一下好不好？有在听吗？简单一下就好。这已经是重点。刚刚那个，刚才是他讲到他的，因为你翻错也没有人知道，只有几个主要。部落有一个海用不赖，他迷路了，去山上去迷路了，3天找不到，快人死了。然后应该是波特吧，他是查，对他为了要去采那个应该是波特吧，扁柏嘛，对，他为了他的小孩要去治疗，他小孩差点死掉了。好，那下一个。我是吃那个，我喜欢吃那个飞鼠的茶。然后我真的是痛也没有办法一下子下山，因为我们难得上去1个礼拜要去工作，一定要把那个1个礼拜的工作要做完才下山。这是我大的女婿，就吃那个飞鼠的茶，因为妈妈说，哎，你吃这个飞鼠的茶会好哦。我有吃了真的是很好。他们拿出来那些个，你。Waktu sepung hayu apa para perpotes nakanya sepung do kito pada sala yahan umumnya atau hatua dan na yamunya 它是蒸汽的，它把那个
放在水里面煮，它就是那个蒸汽，它那个是压痛，对，妈妈。等一下，等一下会讲到。圆圆的，这样放到这里，他一面教一面念，然后一面在讲，一面在念，然后再放。掉下来的时候，对，他讲巫师，摸一摸手，巫医，摸一摸手，这样走一走，然后再一直念，然后就是开始你把你打到底那个就是那个是。你必须把那个很奇怪，那个人不要到半个小时，他这个是大家那个哑巴，中国人那个大马他说他都是satu suku yang ada. Karena nggak harus kita pokoknya kita mungkin tahu salah harus kita kasih ya satu teman dan kebanyakan mereka semua satu itu turun dari bahasa bahasa pun 这里面他是讲述那个他的爸爸好像是那个被蛇咬哈，这个应该是德鲁对嘛哈，被蛇咬，然后他们去他的哑巴就教他去那个就是森林里面去取那个台湾石兰，好，台湾石兰回来，然后就用那个布啊，那个就是一个是就是那个都是给哈，然后用那个布哈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就布在他的那个就是肿痛的地方。好，那个好像是台湾石兰嘛，好像是。他没有提到，对不对？就是有点点，因为我们在编的时候还不确定，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只是取一个段落，是有可能那个上下的脉络被我们切掉了。我们到时候再咨询那个主语老师哈，然后可能加一些细节进来哈，比较大家可以理解哈。他们的嫩芽。那没有嫩芽的话，就是找越嫩越好的叶片，把它揉碎了，也真的急的时候或干嘛的时候哈，也不排斥就在嘴巴里面嚼把它嚼烂，那个汁那个渣敷在伤口上面。心目不磨了一个把它来了我不进了我马给分着了也喊我心目不是拿完了。其实是要拿入了yang kubuli atau banyak masalah. 他就是去山上工作，不小心切到自己的手，然后就用那个黄柏的粉，拿来涂，直接把他那个伤口塞进去，他也没去就医，大概敷了几次就好。黄柏等一下有的在我们前方啊。后来他们把水烧开以后，他们就放那个马告和生姜，打那时候我们把肉切水滚了以后，就把那个羊肉放下去，放下去滚差不多1个多小时以后，大家一起吃。要准备吃的时候，他们会放一点胆呐。我们有吃到那个5磅耆老煮的羊肉，非常好吃。真是就穷了，像是好像也是拉肚子，也可以一次拉肚子，对，煮成汤了。虽然也实现的，对吧？那个这个还不清楚。其实这个呢是在讲以前我跟我哥哥他们去山上放那个陷阱的时候走在路上就感觉到有点累嘛就有点渴的。那身上没有东西可以喝的时候，他就拿那个酸藤叶
那传承，你们 Google 就会了。然后我这个路边都有，爬在这个大型的植物啊，它们这个跟藤一样，它的叶子是绿色。那个摇那几片酸树就有点跟盐巴一样酸酸的，那个摇一摇就心情会比较好，提神了，就是走路蛮累，然后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摇一摇。真的有放吗Pertamanya kenanya na dia akan di lu kemana kenapa na dia akan di lokasi.所以就是让大家看到哈，就是我们当时去访谈的，它都是活生生很真实的经验哈，它不是那个教科书上面哈，它都是真人发生在他的过去小时候啊，然后有些东西甚至是现在他们都还有持续在用哈，所以它是很真实的故事哈，很适合去给小朋友哈，所以我简单讲一下哈，就是下一个就是说我们建立资料库，然后我刚刚有提到它需要喂给机器更大量的这个资料哈，那这个资料呢，重要的是我们都获得授权哈，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其他的这个大学团队他们在做这个 AI 的时候哈，他们几乎都没有，几乎应该完全没有人去拿授权哈，他们就是直接上那个注意乐园，它其实是最多的文字还有就是语音的资料在上面哈，那他们就直接去下载然后去用。那我们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有去要到授权，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计划，要做这个 AI 哈，然后请授权给我。那点进去一下这个资料来源。好，就是有哈。在这边哈，就是像司马库斯这边也有提供我们他们的那个故事绘本哈，然后一些协会哈，然后宜兰县政府哈，它也有出了一些或者台南投县的南投桃园啊这些单位哈，都有出一些教材哈，然后原语会哈，它也有一些就是竹里一乐园哈相关的这些教材哈，我们都有去。然后还有一些耆老哈，他们本身的这个文学创作哈，就是他们有因为语言的部分是最难去收集到的哈，所以还好我们后来已经有找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族语的创作，它是双语的哈，就是泰雅语跟华语对照的这个版本哈，所以非常适合放进我们的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头哈，让他去学怎么样做翻译哈。好，然后曾作正老师哈。打笑老师哈，然后这个台北市的这些原民会呀哈，然后资源中心都有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给我们去建立这个语音资料库哈。好，往下。那这个AI 的这个系统哈，有几个系统，一个叫做合成哈。合成就是把文字哈变成语音哈，就是你给他一段文字哈，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泰雅语怎么念哈。那这个对于学习泰雅语的人还蛮重要的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文字啊哈，那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发音哈，所以这个 AI 它可以告诉你怎么发音哈。那我们来试用一下。那我们找一个志愿者哈，来帮我们打泰雅语。景君老师要不要帮我们试用看看？我认识的族语老师都会被我 cue 到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需要你的族语。对，打出来可以吗？现在打吗？在这边电脑。你要到前面。哦，你如果念给雨欣，他也可以帮你打，还是我们打上我来下。没有这样子。
下，要这样吗？我有听错了，等一下。现场的主有老师可以帮忙一下。可以帮我看一下。马达萨，马赖，感下，感逆，水感逆，这个水怎么样吗？水很清澈。哦，水很清澈。好，我们听听看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哈，然后。大上马来不下把你。然后这是谁的声音？我刚刚有讲，就是我们女生的声音，是我们斗玉老师的声音哈，所以这个 AI 它就会用斗玉老师的声音告诉你这一句话怎么念哈。那还要再玩一下吗？很神奇耶！我们再听一个男生的声音，再一句，谁在？小月师母，你再帮我们贡献一句。以信绝对比 AI 还好用，因为它马上就是语音听到，它就输入变成文字。对吗，师傅？我们来听听男生哈。Mapoyat balai ho yutas kami。对照一下那个文字。Mapoyat balai ho yutas kami。好，所以大家会觉得还不错哈，就是它的发音是真的非常接近那个真人的发音哈，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学习泰雅语是有没有帮助？应该很有帮助哈，就是因为我们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会知道的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单字，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念哈，我们都会去查字典，然后看发音怎么发出来哈，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怎么说嘛哈，所以这个是对于学习泰雅语，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的一个功能哈。好，那下一个功能呢是这个辨识的系统哈，那这个辨识是你就是刚刚已经在做的事情，就是你输入语音，它会变成文字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也来试试看这个系统。要请老师那个瑞玉老师，你讲一句，你到这边来那个收音，让那个机器啊，它会出来哦。都可以，你就讲一句族语，对。泰雅语，只能讲泰雅语，因为它这个 AI 这边要靠近那个，它可以收音在这边。然后我按开始，然后老师就说这样。这边吗？好，我直接在这边吗？等一下哦，好。那其他人按。等一下。Betunuh balai sisi kani。哇，有看到吗？他不知道他应该是称赞所有的老师都很漂亮哦，哈。哎，好厉害，老师。对，好，那要再试一次吗？是稍微长一点的，看他能不能。对。老师要再试。好，老师等一下哦，好，开始。Chú mà quá lác là。你对他太好了，你对 AI 太好，你就讲很短的。它就变成中文了。怎么了？再来一次，老师再一次。Chú mà quá lác là。下雨啦哈。老师好。很棒哈，就是很好用。有没有瑞老师，你有没有讲一句更长的？我们试试看他的能耐。我曾经试过那个讲很不标准啊。他还是厉害，因为他很像人，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听那个音，我们是听那个上下文哈，然后我们就自己知道，就是你可能要讲什么这样子。何老师，你帮我们试一句比较长的，讲长一点的。他都没有办法，谚语你讲平常一点的，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学到一些谚语。这个机器它可能还只是那个因为我们会给他的东西没有谚语，他就不会学到啊。Mahani kebrus saku ga katun saku ni menghitung。看他有没有聪明。
Kebaru saku ga langsung saku ni. 100分，对不对？100分哈，所以这个是目前哈还蛮棒的成果哈。然后很感谢那个中央的团队哈，他们真的蛮努力的，就是在我的压迫之下哈，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系统哈，主语它绝对没有商业的那个这个动机，它让这些团队去进行哈，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做了很多的产学合作，然后都是做比如说英语啊，或第二外语可能是英语的学习，或者是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辨识系统，让它更精进哈。那是比较有商业的这个有利润的这样子考量的话，他们比较有公司会愿意去投资哈。所以像泰雅语这种是非常低资源的语言哈，几乎应该是没有公司会有兴趣哈。所以这个一定就是要就是很拜托这个中央团队他们拨出一点时间哈，来帮我们来建制这个哈。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就会对我们的语言学习会非常有帮助。那下一个最难的哈，是翻译的系统哈。那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翻译的系统，我们现在连那个中英文这么大量的这个资料库，它有时候都翻得怪怪的哈，我可能输入这个中文，然后我要它翻成英文哈，或者是我输入英文要它翻成中文，它还都不见得翻得这么顺，但是这个语料库已经非常的大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用的方式当然是建立一些泰雅语跟这个中文对照的这个东西给这个机器哈，但是那个量还是不够的哈。那之前有人是用那个马来西亚语哈去当这个用马来西亚语它的这个语料库比较大哈，就是它的马来西亚语跟华语的这个语料库比较大哈。那过去有人做研究，他发现泰雅语跟马来西亚语有一点相似哈，然后因为以心也同时知道这两个语言哈，他也知道马来西亚语，所以他那边他也觉得他有他的那个相似性，然后过去的文献也有人这样子做哈，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方式是先借用这个马来西亚语它的跟华语的这个模型哈，然后到时候再迁移成泰雅语的部分，看有没有办法训练出来哈。那这是目前在做的。那这个呢，它是最好的功能，就是最重要的功能，但是它是最难做的一块哈。然后可能它的准确度也不会像刚刚两个系统那样子，可能都是到100%的正确。这个会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值得做哈，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系统，对我们的语言学习会最有帮助。好，那之后呢，如果我们之后会开发一个这样子的网页哈，主题它会是学习泰雅知识跟 AI 的幼儿 STEM 课程哈。那这个里面我们会放进我们在这个田野收集到的，还有老师之前帮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哈，我们都放进这个里头哈。那里面会有这个要用动植物的知识啊哈，然后泛灵信仰跟医疗哈，像刚刚祈祷有提到的这个巫医的部分哈，然后婚育习俗啊，然后大规模传染病，部落有一些大规模传染病的故事哈，在这里头哈，然后泰雅医生的故事哈，然后下面这3个就会是AI 的这个功能哈，它有一个是华语翻译成泰雅语哈，然后另外一个功能是会学习目标句哈，学习目标句这边是它可以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九琼啊，可以让肚子痛变好哈，它可以说出族语，然后也可以说出华语哈，然后让小朋友去说说看，或是让学习者去说说看这句话，跟这个老师的这个录音它的相似度是多少哈，我们会给他一个成绩哈。那这个其实目前也已经有其他原住民语言有开发这样子哈，那只是说这个比对的那个分数啊，就是要看到时候建立的这个比对的系统呢，它要求多严格哈。那可能一开始是比较松的，你可能只要讲的差不多了，它就会给你100分哈，去增加这个学习者的信心哈。然后最后一个功能会是泰雅语翻译成华语哈，所以我们这一套网页哈，预计
今年的9月会希望开始大家可以实施课程哈。那实施课程的时候，这个网页就已经完备了，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利用这个网页去跟你们的教学做结合哈，然后可以帮助小朋友去用泰雅语或者是华语去呈现他们自己在这个泰雅药用动植物的探究的结果哈。好，往下，那我们来练习看看哈。其实我们今天先省略好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哈。这个刚刚我们就已经有练习过哈，就是那个合成的模型还有辨识的模型哈，它各是什么样的功用。那我们现在先进到下一个课程哈，是来跟大家谈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幼儿方案课程哈。那这个是我说的是主流的课程哈。那这个是我跟我们学校的生医的教授哈，然后还有师大的伍新凯教授哈一起合作的编写出来的这个教材。那这个教材的前期像是那个陀螺课程哈，我不知道现场伙伴好像没有人桃园复兴那边区幼，有区幼的老师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可能是那个另外的老师哈，他去执行这个陀螺的课程哈，然后长兴的老师嘛也有，他今天都还没有来哈。对，因为他们就是需要看录影哈，所以那个是一系列的，就是有陀螺哈，这个等一下那个说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翻阅。一开始是做这个陀螺课程嘛，那这个都是有详细的教案在里头，因为很怕老师不是很怕，就是老师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一个课程，所以它是每一个课的那个详细的教案都在里头。然后第二个是那个香菇是去探索这个香菇，那这个司马库是有做，因为他们的环境里头还蛮多菇类的这样子的生长，所以很适合带小朋友来探索。然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呼吸道传染病。那时候为什么会做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一个课程呢？就是我们好像已经很久，就是 COVID 的那个时间点哈。然后COVID 它那个病毒其实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一种嘛哈。那小朋友其实他平常也会感冒哈，它也是呼吸道传染病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蛮适合去发展一个这样子的课程，让小朋友认识为什么你会感冒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 COVID 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染病的发生哈。那我简单讲一下哈，就是STEM 方案课程的你要设计课程的时候，它有几个特征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问题导向的这个探究哈。那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这个探究哈，它都是从一个主题开始的哈，就是你可能对你的生活环境哈，或者是孩子对他的生活环境是有疑问的哈，那个一个探究的问题开始哈。那这个问题最好一定要跟小朋友的生活是相关的哈。如果你去探究一个跟孩子无关的这个主题哈，那孩子就不容易产生兴趣哈。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学习最好都是立基于孩子的生活经验哈。那你说什么样叫做一个探究问题？我用下一页做举例哈。比如说我的主题会是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它就是会有几个概念组成，那这个每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探究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会想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哈？为什么会生病？这个就会有第一个那个治病的机制哈，它就是一个探究的问题哈。那我想要了解就是生病的那个肺脏呢生病呢我的肺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它就是另外一个探究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概念是跟肺脏的生病是有关系的。那我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呢？会是我另外一个探究的问题哈。所以它会是一个大的主题，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的次要的这个探究问题组成的这个方案哈。所以它的中心的就是什么叫做呼吸道传染病哈？可能这是一个我探究的问题，然后我有几个次概念去组成次概念或者是次的这个探究问题去组成这一个方案哈。已经再回去原来的。
然后我有问题之后呢，我想要回答我的问题，我想要了解我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哈，我就要进行探究了。那开始进行调查了之后呢，其实调查有很多种方法哈。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就是有实验的方法啊，系统性的观察哈，观察的方法去回答我的问题哈。然后可以用专家访谈啊、户外教学啊、家长参与啊这些方法哈去回答你的这些研究问题。那在你探究的过程当中，会运用到一些工具哈，简单的工具啊哈，浆糊、剪刀它都是工具哈。然后或者是放大镜啊哈，或者是测量的工具啊，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到一些酸碱度的测量哈。或者是码表啊这些计时的工具哈，然后数位器材它可能也是一个工具哈，就是我可能要拍照哈，把我的探究的结果记录下来哈，或者是一些学习科技哈。那学习科技这边在幼儿的部分，我们比较不会那么常用到哈，那但是大家也可以去想想，在你的课程里头怎么样去融入一些学习科技哈。那像刚刚我们的这个 AI， 它就是一个学习科技哈，所以如果你的课程里头有融入这个 AI 的学习哈 ，AI 的语言学习工具，那它也会是一个学习科技哈。然后在探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去设计跟创作物品哈。比如说像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呢，我们就会去设计，我们就会创作一个那个肺的模型哈。这个等一下就会让大家去玩看哈。那或者是这边会有病毒的模型，这个也会创造出来哈。那如果像这个香菇的这个主题哈，之前就有做菇疗，让小朋友做一个菇疗的模型哈，然后它是要考量哪些因素，然后才会是最适合香菇生长的这个菇疗的这个模型哈。所以在探究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不陌生，我们一定会带领孩子哈去做一些东西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要说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是一个高峰活动哈，就大家知道，就是一个主题的最后的一个环节，是把你在这个主题或是方案的探究过程中的所有的成果、海报啊，或者是制作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图画哈，或者是观察记录啊、学习单等等的哈，就是去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会布置一个情境哦，所以这个情境可能就是跟你的只有2只有，这个情境会跟你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如果像是泰雅的动植物，那我们可能会布置像一个这样子的情境，好像这边我们今天就有布置出来哈。那做最后的这个成果展的时候会贴海报啊哈，然后小朋友的记录啊哈，然后什么照片啊哈等等的哈，把它布置出来，然后去分享它的那个成果哈。好，那这个是简单的跟大家回复一下这个方案课程。那刚刚有讲到，就是方案课程它主要会是一个中心的这个引导的问题哈，然后有几个次问题，刚刚已经介绍了3个，然后到第4个它的这个概念叫做那我怎么样做治疗？如果我生病了，我怎么做治疗哈？那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概念，就是那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哈？那我往下就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等一下会有时间让大家操作哈，就是这些教案怎么操作哈？因为我们在跟小孩子去介绍这些概念的时候哈，我们幼教老师都知道，一定不是用这个讲述的方式哈，讲述是完全没有办法学习到的哈，所以我们一定是搭配了很多的活动啊、操作啊，哈，然后记录啊，会动手去做一些事情哈，小孩子他才会学到哈。那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生病的哈，就是我们透过绘本，然后让他了解，就是小朋友为什么会感冒啊，然后感冒有哪些症状啊，然后让这个是跟小朋友经验有关。我们先从一个跟他经验最相关的事情开始，是感冒哈这件事情，然后跟他们讨论哈，然后开始会去介绍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是细菌跟病毒的这件事情哈。那
然后细菌病毒因为它看不到，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模型哈，像这个就是手偶的部分，就是会告诉他，然后这个比例也是病毒跟细菌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细菌它是很大只的，然后那个病毒是很小的哈。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一下这个构造，然后讲这个构造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会跟他等一下的探究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我们通常身体是怎么打败细菌跟病毒，其实是靠我们的这个自体的免疫，就是白血球的部分哈，白血球在这儿。白血球在待会操作的地方，好，等一下那个白血球才会出场。那所以你就会跟小朋友介绍这个病毒啊，它有棘状蛋白哈，就是我们那时候会有常常看到那个COVID 的时候有一个病毒的图片，然后它外面会长这种那个棘状蛋白哦，像刺的这样子哦。那这个刺这个要介绍，因为这个跟等一下就是要讲那个免疫系统，白血球它怎么样去消灭它是有关系的哈。那这个是细菌哈，它就是这个有一个边毛哈，然后有一个线毛哈，它是长这样。然后它们这两个的差别哈，就是它们怎么样在身体里面繁殖哈，繁殖的方法也不一样。细菌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生物，它是可以自己复制，然后就自己就长出来了。哦，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就越长越多，然后你就会生病哈。然后病毒呢，它一定要附在我们的健康的细胞上面，它才有办法。它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所以它不会自己一直分裂，它一定要附在我们的健康的细胞上面，它才会一直长大。那因为它才会一直变得越来越多哈，所以这样子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伤了哈，因为我们正常的细胞就会被干扰了，然后它就不能正常运作了哈，所以他们的那个运作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讲我跟大家讲这些哈，就是说那这个跟我们待会要做那个就是我们要发展的这个要用动植物的知识啊的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它其实是会有关系的哈，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像刚刚讲的，就是用那个头目啊，它不是受伤，它用塞那个黄柏哈去消炎哈。那它的这个为什么伤口会发炎？它其实应该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它造成这个伤口的那个发炎哈。所以这些受伤呢，都是跟细菌病毒是有关系的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实验，比如说有哪几种这个植物哈，它其实是有消炎的功用。那它为什么会消炎？它其实是在杀菌，它是抑菌哈，是把那个细菌给那个不让它再不让它继续生长哈，破坏我们身体的那个正常功能哈。所以大家在介绍这个要用动植物的时候，可以我刚刚是不是讲文化持续的课程，它主要是去介绍这个族群的语言跟文化，对不对？但是它可以融入这个主流的这个概念哈。所以大家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可以融入细菌跟病毒的这个概念进来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它是跟这个你们下午要发展的课程是有关系的哈。你们可以试着融入一些主流的概念，放进这个课程里头来。所以你可能不是只介绍这个要用动植物，你甚至是去介绍它背后的原理哈，它跟这个主流的知识里头有关系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加进去哈，变成是你的课程之一哈。好，所以下一个就是传染途径里头呢，还有两种传染哈，一个就是飞沫哈，然后一个是接触传染哈。然后往下就是如果你感冒的话，感冒很严重的话，其实是会变成肺炎哈，或者是我们那时候 COVID 的重症，其实现在最近 COVID 也又有一点点起来哈，只是那个重症的病例是比较少的哈。那所以即使是感冒，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是肺炎哈。那如果你的这个肺，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先了解肺的功能哈，所以我们会制作那个肺的模型哈。它这个等一下哈，
分到的那一组，你们就会学到，就是这个下面就是横膈膜哈，然后呢，这里面就是这个气球，就是一个爱心气球，它就像我们的肺这样子哈。那你会看到，就是横膈膜呢，它我们吸的时候，横膈膜是下降的哈，所以它下降了，它上面就会充气哦。然后如果你推回来，它就会扁掉了。这很像就是我们的呼吸的一个过程哈。然后你吸气的时候，你横膈膜下降，然后你的胸腔的位置会扩大，对不对？然后你的氧就会进到你的那个肺里头哈，然后它就会交换进去你的血液里头。然后你呼气的时候，横膈膜就会上升，然后你就会吐出二氧化碳，就是把你那个体内的不需要的这些气体二氧化碳就排出来啊。所以用这个模型就让大家了解这个呼吸哈。那如果你的肺那个肺穿孔或者是肺积水它会怎么样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肺就会没有办法运作哈，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了。所以可以用这个模型让小朋友去看他看不到的东西哈，这个身体的构造或者是病菌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就是要做出模型来。好，下一个。好，那我们预防的方法哈，就是有一些就是多洗手然后喷酒精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哈。那我们想要让小朋友知道，就是说这些预防的方法为什么它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实验哈，就是去观察，就是这个吐司上面的那个细菌霉菌它长的这个速度就是你的有3种手一个叫做就是摸了那个脏水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的脏脏的手你去抹这个面包然后一个手呢是洗手洗干净然后也擦干了不要流水你去抹这个面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喷酒精喷好酒精，然后酒精也都挥发了然后你再去抹这个面包然后我们就是把面包放进这个塑胶袋里头它不能就是接触空气当中的这个细菌那或者是霉菌，然后把这个3个吐司做观察那大家预测哪一个会长最多的霉菌或者是细菌？我刚刚讲3个情境，一个是脏手，一个是洗过用肥皂洗手，一个是用酒精消毒的手，哪一个是长最多霉菌？脏手嘛那小朋友就会观察到所以我应该要洗手。那大家猜测一下，酒精跟用肥皂洗手，哪一个会效果最好？大家真的很有概念真的就是，所以你们去做实验，带孩子做实验，就是做出这样的结果就是肥皂是真的是长不出来那个肥皂，但是要记得要擦干手因为一开始我们老师去这个课程有让一个目前大3的学生去带一个课后的课程然后他一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现那个怎么酒精跟洗肥皂的手都有让这个吐司长出霉菌那后来才发现，对，是水分，可能那个水就是洗完手之后，你们要给它擦干然后那个酒精呢，你有没有真的把它挥发了，你就去抹这个吐司所以它还是有些水分会那个留下这些细菌或是霉菌在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为什么你要洗手，或者是为什么你要用酒精消毒。然后其实也不用一定要用酒精，是洗手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抗菌的效果了好，那我这边其他不介绍这个制作这个口罩的这个也是当时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让小朋友了解口罩它的重要性那刚刚就要讲先往下一页，然后就要讲就是我们的医疗往下，我们的医疗方法里头其实有一个叫做抑菌生长就是我们会如果我们生病的话医生给我们开药是开那个抗生素嘛，对不对所以抗生素它的那个功用是来抑制那个病菌应该是抑制细菌的生长那病毒其实是没有办法，没有药可以去杀它的所以
其实病毒主要是靠我们的自体的白血球的免疫去把它破坏的哈，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会有一个游戏呢，它是来了解就是到底我们的那个病毒怎么样跟细菌去我们的那个白血球没有在这里，白血球。好，白血球呢，它其实是用像这个就是一个病毒哈，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刚刚我们说那个棘状蛋白哈，然后白血球它也会有那个棘状蛋白的部分哈，然后它的那个蛋白就会跟这个病毒哈，但是它没有做出来白血球，蓝色的那它的那个比例没有做到很精确，因为白血球要比病毒大蛮多的哈，所以它这边就是白血球它就会跟那个病毒，比如说这个病毒它就是它的那个棘状蛋白是方形的哈，这样子哈，那这个白血球它就会长出这个相对应的形状，然后把它抓住哈，然后它就是可以分泌一些酵素哈，然后就是破坏它哈，然后它面对那个白血球，它面对这个细菌的方式哈，就是直接把它包住吃掉它哈，所以其实是你的这个白血球哈，你的免疫力才是帮助你去消灭你体内的细菌跟病毒哈，所以再回去刚刚讲的这个，你为什么要打疫苗哈？打疫苗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那个 COVID 的那个病毒哈，它的那个棘状蛋白就是新的棘状蛋白，所以我们体内的那个白血球它还不认识这一个病毒，所以它没有办法长出相对应的这个棘状蛋白去黏住它，去包住它哈。所以我们要有疫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毒性比较没有那么强哈，然后你去训练这个白血球，去训练你自己体内的白血球，当它遇到这样子病毒的时候，它要做什么反应？好，所以这个就是疫苗的功用哈，它就是去训练你的白血球，当它遇到这个新的病毒哈，我们体内都还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对抗这个病毒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先做训练，它遇到的时候它就是可以消灭它哈。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活动，等一下会让大家玩一玩哈，做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是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白血球是怎么运作哈，然后疫苗是怎么运作的哈。好，然后这里面哈，等一下还有一组他会去做这个游戏哈，它就是一个叫做群体免疫的游戏哈，就是这个红色就是感染的人哈，然后这个绿色的人他就是已经有打过疫苗了哈，然后蓝色的人呢他是戴口罩的人哈，然后呢黄色的人他就是有洗手的人哈，所以我们等一下玩一个游戏哈，就是这个红色的他感染的他有病毒哈，那他是不是就是要传给别人，他就是要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哈，但是当他遇到这个戴口罩的人啊，或者是打过疫苗的人，或者是洗过手的人，他都没有办法让这个病毒传到他的身上哈。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如果有越多人都有做这些防疫的措施，那是不是那一个最后会感染的人数就是会变少？我们可以来练习，用这个游戏来教小朋友，就是要做这些预防的工作哈。好，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这个教案里头哈，就是实际上面一个单次的教案，它的流程会是什么哈？那其中就是有我刚刚讲的这个抑菌的实验里面哈，有去预测就是有哪一些材料它是可以帮助它是可以把这个细菌给消灭的哈。那所以这个实验里头是用了几个
几个材料哈，一个是抗生素，就是医生会开给我们哈，我们感冒的时候他会开抗生素，它其实用来杀细菌还是病毒？细菌哈，很好啊，大家学得很快哈，用来杀细菌的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姜汁哈，它也被称为它其实是有抑菌的功效哈，所以我们来做实验看看哈。然后另外一个是75%的酒精哈，然后一个是漂白水哈，这边都是可以做杀细菌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培养皿里头哈，就是我们的细菌来源就是我们自己的牙齿里就是口腔里面的这个牙菌斑，你就是抹一抹哈，然后这个就是牙菌斑它的那个状况哈，这是一开始，然后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棉圈哈，我们会把那个牙斑菌全部都抹上去，所以他们上面先把那个牙菌斑呢整个抹在这三个那个培养皿里头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棉圈呢，它就是不同的抗菌的物质哈，那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抗菌的物质的哈，然后这个是姜哈，然后这个是那个抗生素哈，然后这是75%的酒精，然后这个是漂白水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棉圈上面都有这个物质哈。然后这个就是实验结果，摆了第5天之后呢，有牙菌斑，然后没有任何的那个抗菌的物质，它就是这么多。然后下一个呢，会是感觉姜也稍微也多一点点哈。然后这个漂白水的部分哈，有一些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菌哈。然后75%的酒精跟抗生素哈，最好的应该是抗生素哈，但它就是还维持原来的这个棉圈的状况，它细菌没有再长得更多了哈。那我们发现的这个实验，当时我们发现的这个实验就是用这些物质哈。那后来我们去访谈了这些老人家之后，才发现有一些物质其实是适合来做这个实验的哈。它就是五节芒、黄柏、葛藤跟火炭芦草哈。这些都是老人家提到他们去治疗伤口的这些植物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更好的实验哈，就是你就是去找到这个4个东西哈，然后把它就是把它沾上棉圈，然后我们去看看哪一个的那个抑菌的效果会是最好的哈。那我会说这样子的实验其实很有趣哈，因为其实有一些新药的开发，它都是从民间啊，或者是说一些药草哈，它去提炼出来的哈。那它甚至就是去研究大家可能觉得有疗效的东西，或者是意外发现某些东西有疗效的时候，那他就去研究它的成分是什么，然后它再制成新药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它也是可以也许它也是一个制一个新药的一个契机，它可能是一个更天然的这样子的药哈，然后它可以可能它有某些成分是可以抗菌的，那可以代替抗生素做这样子的治疗哈。好，那我先这样子哈，就是先让以欣来带领我们下面会做分组的这个操作哈，就是有5个刚刚介绍的5个活动哈，会让你们读一下教案哈，然后看一下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教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探究的结果。好，各位老师好。那我现在有5组，那每一组会分一包的那个材料包，那里面也会有那个教案，老师们可以看着那个教案再进行这样子。好，稍等我一下哦。在以欣跟你们发那个教材的当下哈，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在你们的讲义里头哈，有提到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教案里头它的流程是什么哈。
然后我这边有写一个红色的字哈，它其实就也是这个主流里面在做科学探究的时候，希望小朋友可以培养的能力哈，比如说像是分享啊、预测啊、设计规划的这些能力哈，所以我有把它写进去这个教案里头，然后用红色标示，这个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做这个课程的当中呢，他可以学到这些科学实作哈。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的上面，所以你已经放那些养猫没有材料在上面，是的，前面的话就是比例上呢，我觉得他们说那个当初是而且就是也是上面那个要做成你的那个，像我们如果你的病人是那种3角形，比方说凹槽的，就是你比较多的一些它是3角形的，然后做凹槽。睫毛我在想说，做我们这个老师
我还以为他现在这样它是可以带入的，可以上面找哦，就是它的系数装好稳哦，是就开始在做了。可以自己想说可以给自己
对，是老师。
没有，我说完我就离开，就离开其他，我去其他教书。我先去师傅。好，我去了再去。还要变钱，好不好？一本师傅一个中间的变现，是因为没有钱。我都知道我那个马亚师傅。来，各位同学、各位学员哈，我们那个3分钟结尾好不好？3分钟收尾，好，然后我们做一下分享，那会稍微耽误一下大家吃饭的时间哈。太大了，好，我请那个大家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大家都做得很认真哈。那应该就是会觉得蛮好玩的，所以你才这么投入操作嘛。那同样的，其实你们在带这个课程给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也会跟你们一样觉得这很好玩，他们想要操作这样子哈。那我们先请那个就是玩游戏这一组来带大家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大家动一动。好。请大家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哈，然后先站起来，我们活动一下哈。然后老师们会告诉你怎么玩这个游戏哈。啊，已经开始分配了吗？对。哦，好。我们会在各位老师的手掌心上面随机贴上了贴纸，那你们就把我也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会你可以贴上贴纸之后要马上盖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哦，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有没有防疫哈。然后每个人都把你的手握起来哈，不管你有没有防疫的，你都把你的手握起来哈。就是他在发，我就看到。没有关系，给你看到，但是你也不知道我们最后结果是什么。玩的人没有看到。对对对，因为别人并没有看到你是什么，就把你的那个贴纸就看你要握在掌心或是握在哪里都 OK。你有没有贴纸？你都要握好，你要把这个放上传染出去。那我们在倒数计时哦，10、9、8、7、6、5、4、3、2、1。那请我的小组员，我们就先回来了。
那我就是那个大家最讨厌的那个 Kobe 啊，我就是那个 Kobe。那我会先随机的，因为这只有12张，所以我会随机的贴了12个的人。那贴完之后，我会告诉你结果是如何。那我们先不告知你结果如何，我是这样 OK 吗？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先设定30秒，你一个人可以传给多少人 ？OK 好，那就麻烦你们帮我数30秒，好不好？那也许我这30秒之内我贴不完12个人。对，然后呢，如果你碰到病毒，他要贴给你，然后如果你有防疫的话，你就秀给他看，他没有办法把那个病毒贴在你身上哈。来，计时开始了哈。老师手上有贴。7、8、9、10、11、12、13、14、15、16、17、18、19。如果你中毒的人，你可以继续传给别人哦。如果你有中毒的话，你可以继续传给别人。25、26，可以再去传给。28、29、30。好，30了，好，来，大家把你的手掌心给大家看一下。你是红色的举手，红色的举手，红色的你是红色举手。好，所以一个病毒它总共传给你不能算，因为你已经有防疫了。一个病毒总共传给多少的？传出多少病毒？大家数一数。只有一个红色的，你举手哦。如果你是红色的举手。1、2、3，才3个人中毒哈，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那个防疫的措施哈，所以我们不会被病毒给感染哈。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玩法哈。好，谢谢大家。好，然后下一组请看谁要来分享，简短的分享哦，3分钟就好咯。大家肚子都饿了，肺脏这边先跟大家分享好不好？肺脏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肺脏的部分，刚刚老师其实分享的差不多了。他基本上就是希望孩子去了解他肺的运作，然后进而了解说，如果正常的肺是这样，然后可能接下来就会带小孩，我猜的啦，接下来就带小孩去了解不正常的肺的状态。所以我们用那个气球的模型制作关于肺的吸气，就是小孩可以透过模型去看到肺脏在吸气跟呼气的时候，横膈膜跟肺的变化，然后这样他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的肺。那接下来老师可能会有其他的课程引导去了解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它真的有，就是你拉下来的时候它会膨胀吗？很神奇哦，会膨胀。然后你放上去的时候，它就是会扁掉哈，这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方式哈。好。那这一组来分析那个分享病毒，对那个我们的白血球怎么样去杀掉我们的病毒哈跟细菌。应该是病毒因子杀病毒。病毒就是我们会有一组就是制作病毒的部分，然后我们集株蛋白就会有不同的形状。那另外一组的话，我们就会有白血球的部分，就会跟着我们的病毒去做它的那个要把它吞掉的集株蛋白，然后一样就是形状会跟着它的病毒去变。那我们也会去试试看，够不够得上，够不上，他们的白血球就会打疫苗，然后打进去，然后让它再去复制其他形状的集株蛋白，然后去把它的病毒吞掉。好，谢谢。这组很认真哦，他们真的在做那个实验室的实验哦。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吧。大家午安。那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是把那个抑菌的实验改成用4种就是要用的植物，那有什么黄柏，还有葛藤跟葛汉野草。那我们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些器皿，那刚刚老师也贡献了那个牙菌环油，就是日都挖这样对，然后涂满的这样，对，然后有一半就是
就是都有沾了一点，就是把它用那个器皿把它捣碎之后沾一点汁，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器皿里面。那因为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就是5天之后，我们会等那个新教授来。对，我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5种都有抑菌的效果哈？再给大家传给大家看哈。好，谢谢大家。那最后一组。好，老师好，我们这一组的教案就是病菌不再来，然后前面就会先透过绘本带孩子们讨论说什么时候洗手，然后洗手的步骤，然后洗手的部分我们就会请小朋友戴上手套，然后把颜料当作是肥皂，对，然后底下小朋友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讲说洗手的步骤是哪些，内外夹攻大力丸。然后他再展示给大家看有没有洗干净，就是有颜料的地方就代表有抹到肥皂，对。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开始带那个小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清洁手？然后假设小朋友讨论出来酒精、干洗手、肥皂，然后我们就依据小朋友讨论出来的东西的那个方式，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压在那个吐司上面，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方式，然后压在吐司上面，然后会在真的吐司哈，因为今天有准备吐司给大家操作哈。对，然后这部分我们就会再给小朋友发一张幼儿观察记录单，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记录不同的方式，第一天、第3天、第5天那个吐司的变化，对，然后对，然后这个的延伸就是也可以再让小朋友去探讨说，是不是吐司放置的位置，或者是你洗手完隔多久时间再去摸吐司，跟洗手完当下去摸吐司，那个细菌的多寡会不会不一样？就是后面比较延伸的部分。对，好，谢谢这一组哈。然后这一组有帮我们就是呈现就是活动记录单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在做探究啊，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哈，记录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能力哈，所以我们都有设计相关的这个记录单哈，然后让小朋友把他们就是随时间的观察做记录哈，那可以让他知道就是他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变化是什么，然后最后也可以在高峰活动的时候呈现这些实验的结果哈。好，那谢谢大家辛苦了哈，我们上午2小时的这个研习哈，就先告一段落，然后我们请你先说一下就是便当。各位老师好，就是现在便当已经在外面了，然后有2个口味是鸡跟猪，那您可以按照您的想要的，然后就领取便当。只是说我们离场，就是我们领便当之前需要老师们签退，所以早上你有签退的地方，签到的地方再请老师们签退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有吃饭时间，那厕所在我的右手边，那边也有饮水机。我们就在教室里面用餐这样子。好，谢谢老师。那老师也是就是帮我们收拾，老师帮我们收拾一下哈，就是那个这些教具哈。没有啊，做东西，然后会帮你留住，会的保护。我讨厌这样，
会议啊，原来的那些名字也要在完成了啊。我不知道的。不用啊，不知道，不用知道。对，那很久了，不用知道。哇，6年没有吃过了。它其实已经有，不要动往上就好了。因为它那个刚才是往下。我们往上了。对哈，对，他们有调整。截条啊，一起来啊！可以啊。这有人做吗？其实我们的猪肉鸡的家是开2号菜。看着炒面，这个炒面，他的炒面。我做我的。那你那个，你做的那位。没有，今天跟美娜没有来。哦。带我，有点像反式酒屋来了。我都认为刚好。你要不要补充？里面正好回家的时候。是在阿龙斯，现在比较少，因为冰山。都举车的，就到了。哎，那师傅举起来。真的，因为我们有16公里啊，这个样子。我们从太康到师傅要16公里，所以要从后来到我们学校16公里。可是我们学校是可以说，因为它是国有。哦，这样好。对，它不是对，这样蛮好。从我家到师傅的距离，从我家到学校高龄不长，对，可能就我刚骑车从太康山上，让从那个然后就慢慢跑对啊。你的那上9月。在这里。后来就中好像现在是要搬9月高班了。对啊。可是这个应该要改，因为我觉得很难出。这个也可以。这个也要改。
就是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被问到吗？太遥远了。还有那时候也是没有啊，那时候刚好上线下。对，因为我那时候之后也是没有拿奖。对，上架。前三的就是我那个我希望可以开进去。就是我们做到三光还是离你们有点距离吧？他也算先后山，很近好吗？现在场地有吗？幼儿园。我让你家里也比较方便嘛，因为以前都是弄的小孩，小孩都很也没有熬夜，他是有讲吗？不是啊，那个我问清他是他是我在上是啊，在是不是都有报警那种。有啊，现在我们感冒在看。就是电脑系的啥？是上架很久，为什么？不可能啊！上来都带。那个上还蛮好的，星汉，你还没来？哦，那更少。然后我的老师，因为每次他都来 PUA 我们发奖，他说你说我好，我也是说他说我们说会热比他讲，哦，我也是在学校，第二年才讲也真的交出一个其实他们有点是有时间招人，一个是那我不知道，对方没有，跟你要写很多吗？没有，他们说他们你们在上面，你们在这里前三，有用是前10年，有那样的效果可以，因为我也上来，因为上来，幼儿园上到6岁是有人在地的。1个月考的话，4岁的2、3次，我们人做很久进来不了。关键是哪一方面？没有，现在要跟老师讲，就是因为就用只有我们曾经3岁的小孩这个计划，他会裁测，然后总理是教室，还要学成绩跟对，是不是？上真的，找了张老师讲，然后再做，3个班，幼儿班跟中小班，中大班。我没有说，那我觉得还是，可是我其实找不到他在我家4点，那时候我们是本校，然后纯是国普化的，可以。现在国小是还有研究什么特色吗？我们基本是高中学校。
就是我们下山跑，带小朋友做，家长都下山，比如说我们去华人世界更少，家里华人手就有去，拍到想要去的去做怎么样？我们从这个系列的现在在走通常，然后我们需要剪掉，你现在更多。就是大家自信，像各方面，只是遇到但是要在两个所以会去打败。歌里面讲讲刚才就是要上，用自己有名的，最高级的身体的，那在内靠这谁？阿美教有，他比较，那是对面的，那是对岸的啦。那先看，我们先要看，但他没有在看那个，我们就是在健身，对，受到很激的，我星光走路啊，没有时间到。哦，我还以为出狗率都高。开始至少这样可能6年里面要一直吃1小时，因为他现在经费这是这个，没有办法开断，他们没有那么荷兰人的，那个老师要立即啊，那个必须能找家里哎，知道了，同学，进修的同学，他就是知道了，然后就一直跟他讲，然后他也，你在说之前他说他本来要去找小南的时候，对，然后因为如果有地方我们也会他只是在里面做这样子，我在这边老新的6小时，为什么老师聊天？然后好像现在的教材多用的，那这个就是帮他敲过。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发展出来让他有一样的然后他会继续，他说好，好啊，好啊，我也不太知道。每个人想要接的地方，但是人会喜欢。没有我们嘛，我们当然没有参与。我吃饭，我吃饭在走廊上。下雨天呢？有车上。啊，不会这样打进来。然后我当时会不会蚊子啊？蚊子没有。他们也没有。为什么不去教室？在教室里面？我们还要分手机。我们教室到行政大楼。可是我现在还有在那个。我们就直接在厨房那里。只有厨房没有接受。对，所以厨房那边都排。我也是常常在教室。对，结果教室还要转，然后还要走楼梯。我们幼儿园就很辛苦，他幼儿园的厨房是还要走下去，才能走下去。我之前在没有，反正就是那个10岁孩子的时间就会我才说的没有，我会不会没有，我会过来。哦，效果。因为这个都是走老师，还刚过老师。不是有效果。我们学校是，然后会来，然后我就跟他讲，所以他说其实我们长兴也转，长兴还有那个长兴跟光华，你在日服上也要讲，有吗？哎，有啊，长边这个没有，不用了。对，自由定，他就是他就是对啊，哦。然后他们也要参加小金主任，然后去哪里？下去。认识吗？这个边我一般都是我来我
我们爬到教室去，就像幼儿园走到最里面的厕所。那我们幼儿园进去的但是我们幼儿园的距离到里面，他就还要再往上去。差不多。他是从下面对美国搞，我们以前就是那个辣椒，是要往志愿中心去办。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活动？男生女生就好像。没有，最后怎么了？我是国小的，就是那个研习网，然后是没有先进美吗？对，原本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要来，那你不是有，不是，然后我是学校主理承办，然后承办吗？对，但是我们的师母因为她是住院，然后我学校说那你主理承办。好啊，可以啊，那我就所以以前在师傅啊，跟老师。是啊，好像以前在那个分班教书，所以你不是负责国小的那个主语，然后那是我们国小主语老师，跟上于老师，对。你把人家拉过来给你上课。他很直接，他一起打，有点炸。我们没有主语老师，所以他线上教我们。我们没有主语老师。太像我干雷了，对。他设计，然后他也是在我们他两个高级。我有点太山了，男生的请记住。所以谢谢老师。那个女老师可能要问他一下，他就是你怎么想他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被强迫的啊！系上也有这个6啊，那还可以吗？可是教国小部分嘛，国小到大学都有。哦。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你可以去想想，就是这个课程设计方式也可以融入你的主语的课程设计。哦 ，OK， 他们还有这种方式也是很不少，是你设计比较有系统性的那个课程。就是我想是每一周都会上一次，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去设计课程，让他们认识一个太阳，你的小朋友也是太阳。哦，对，我们班开始。我们有点跟那个就长青的老师讨论的是生嘛，是生嘛，对。开会的地方活动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声音超大。他还在医生嘛，他还在开玩笑，我想去开，他们说其实压力高，因为他后面我有的同学，对，资深的呗。资深的老师，对，就是我们就我们那里不是高级，高最高级的英语有。哦，难怪，所以要把它发掘。你看他们有3年，或者说，好像他需要他继续听的这样的说，如果你要让3年到5年，就是没有在做实验做这个事情，然后都在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我的班，我孩子
爸妈还没上，我们孩子他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植物到时候把这样子的这句是，但是弄到里面的长到，然后那个是自己要的，对，但是不用别的，应该都是这边有很多参考，大家可以采得到，因为我们那些是要就是刚出来的。我才问你，我知道这个课程。那个因为这个联系到群主也有多，对，群主也有过，好像多重那个，对，多重，它就会分放在上面，对，因为对，因为你一定要带他们去看，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们撞到更难学吧，更难学，因为网吧。要有人就 AI 他们都要做成，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学校我们很好，我其实是在讲过，但他可以靠这个书来，就可以让不一定啊，他们是参考的资料，我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他其实是非常对，因为我们这一些是有文化有，对，你就很好，就是那我现在讲的事情，你不要生气，那我讲我们只是咨询。太多太多，用台湾人，也可以把水杯小一点开来。
那个学长不是那个吗？那个谁，那个没有，你那个校长是那个会推动实验小学那个女的啊。以前来这边上课那个男生啊。哦，你现在不是，我现在不在了。但是我们很尊重他。你来唱。我不是在这边。很高兴，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沟通一下，我也看，我老师就有特色，你要偷偷想要去那里户外教学，可以怎么支持？那我跟我就是旁边周围都找得到你，对不对？那他的就你都太低了，他那个就是草啊，看着太开心了。你们有那种吗？人家跟我讲哪一边我尽量养他。尽量教故意的，对。我们这边我。其实老师是可以打一下领导这个因为我跟他也会讲，我知道什么叫一百，但是他们真的是落光无法针对，可是落光无法前线，我们就是感冒了，对，针对的强对，像我们这样子，对，就这样了，除非你的自动定时就看到这个，我们自己先得，其实都是好处啊。哦，对啊，对啊，那个体操我觉得很社区。对，然后我们的传统都是传统，就是相关的菜，然后他就在我们中间照片。觉得在我们这种，哇，睡觉。我有是好像监督啊，对啊，像啊，很超啊，我也有。我找到你招来了，这要重，这个要重。所以呢，有老师可以推荐很大给你。啊，对，独轮车，是独轮车也要我们配合。我们想买那个吗？做喜欢我那个，他就说我跟我阿姨讲，跟卖错了，然后他说我跟我们是，而且就是整个融合。对，他超我。但是他都没有在我的教案，我们老师他教我说从书里面的照片，入吗？我们学校有了，不用了。那你去挖他们学校，跑去挖那些因为他们是还有听众做那个超贵对，听众烧料油，艾草，我们那边叫艾草，我现在分析知识，好。
那你就参加了。那个和收据到现在，我说他没空。收据到的地方，我说我老公啊，有我老公啊，然后过在哪里？我老公我去过。这不好意思呢，在你家谁来的？我那时候是那你是我之前那个，对吧？基本上我们在你家前面泡面的，然后在暗黑让你照片。我们都在楼上就没一样的，是我们在前面拍戏。哦，他有那个，啊，你那时候辅导哦，对，没有到辅导啊，先到自辩。不是辅导哈，辅导这个一个女生啊，这个。但是有点像哎，它这个这样蛮像的嘞。我说这是马上嘛，接下来要给是校长讲说你是要开一个500处理500。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因为小孩子没办法领会他的对，因为我们做那个然后写进去出来，但是我们比较是在教学的时候会有你下次没有想要去呢？可以找我吗？懂吗？下次我的朋友他们很想去，也是有看过你们的，可那边是现场感，就是说会是很差，然后是放那个什么小饼嘛，就是。我们还有午餐，台湾煮的那个菜肴，还有那个阿里山，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午餐是什么饭吗？其他的午餐是放东西的，可是它是像一些中国就是公主船啊。就是6号台，然后就是现在还现在会有那种猎户啊，对，要上下做那个，这个是算，这个电话。部落跟部落的距离，
那我有这里，这个是同一定的，对，直接你跟我讲一下，他们对直接就是直接对啊。这个上帝最近上帝的部落的信息来，我在努力上面所以那个什么。第一道曙光都是从那个看见，没有办法，他说海边才有，在西边，他出来的时候已经他出来的时候已经7点8点了。不是讲第一道曙光。蔬菜的部分没有完全的蔬菜。老师们，我们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下午场的那个研习，所以我在这边有几件事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早上的手册里面有夹一张同意书，那张同意书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有录影跟录音，那可能会有录到您的肖像权，那如果您同意的话，您可以勾选，然后再把同意书交还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待会会设计那个主题网跟一些的教案，我们也会把您的设计然后分享在网络上，所以如果您同意我们做这个分享的话，也再请您勾选，然后再把同意书交给我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如果老师您今天有停车在我们学校这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停车券，就是如果您停车的话，它是以小时计算。那这个停车券呢，就是可以用50块就可以停今天一整天，你就不用再付1个小时1个小时。那只是说，老师您要自备50块，然后来这边换这个 QR code。那这个 QR code 只能扫一次，所以老师不要立刻扫，在你离开学校之前的30分钟，你再扫，然后就可以离场。那扫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你在电梯你会看到一个像是什么扫 QR code 付钱的那个，你先扫那个，扫完那个就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扫这个 QR code， 它就会知道哦你付钱了，这样你就可以出去。第二种是在我们 7 下面有一个停车缴费机，那就到那边也可以扫这个 QR code， 也可以离场这样子，但是它只能扫一次，所以请老师现在不要扫，而是在要离场之前再扫。
那待会老师们要换的话，可以来这边跟佑成，他就可以换这个停车券。那第3件事就是我们下午场也需要签到，所以老师们如果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到外面帮我们做一个签到。那我们就准时1点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下午场。好，谢谢大家。没意外的话，职务调动之类的，对，还有那个，对，已经找到，在家里有人结婚，在我办事。因为我在想第二证。而且他有这个要他这个情况没有，其实是上是一直还有吗？我那个会先理解好了，那中间我应该又他有。我有，这是瓦律师啊，深深的律师，对了，都没有看过帮忙。你在白色的话，只有我。但是这个我今天的这个不知道，这个是看白色的话，要学的话，白色的话，对不对？白色的话，对不对？小来呀，这样子啊，这是好。然后像很贴心的一样，哦，他其实很喜是没有吃过，呀，好可惜，这边没有。这是最小的小朋友，我也爱去的呢，我家里上网笑死是。我也邀请你，是为了那个在那个配合，他有些爱我有邀请就邀3个，然后那
是啊，首先我觉得他们都会满满的家人。这个我们网络上有很多，那给的方老师好，因为他在写做计划的时候，他有在他去转向，然后就是这样，因为他之前的计划不是他出的，我知道是另外一个，对，所以我们的那个教案组啊，就是那些活动啊，比如说图卡那些，我们会有两份包，他可以找得到，但是有的应该可能按照课程去编，就是教经对教案会，教案有一定有，但是教材应该当时应该也是有归档，就是说。用到哪些图卡，学习单定，然后只是说那些教材，应该是就整个都是这个先点上，先摆定，结束的时候，老师再拿走。好，谢谢，好，谢谢。讲好了，是牙呢，是牙的手。是牙是以后的，今天我们一起收课，然后很久没见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然后怎么叫人家加？我有 IG，我有读过。我们先有学习班，然后我们说完了几个，对的，然后他就到下一句。我离开之后，还到我先去星光火山，是吧？哎，怎么又认识你了？你们是一个同学吗？妹妹。流星棒都组了吗？
幼儿园上面我们要做幼儿外的老师，好，大家有吃饱吗？吃饱了之后会很想睡觉吗？会。那楼下有那个 7 可以买咖啡哈。那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哦，反而是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机会哈，所以学员们你们应该都是从彼此有学到蛮多的东西哈。然后刚刚我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招募更多的那个学校哈，愿意加入我们的计划哈来执行哈。然后我自己觉得成效还不错啦，如果你有答应我的话，就是真的要答应哈。那我还没跟你讲的哈，我等一下会继续说服你哈，因为刚刚时间没有那么多哈。好，那还有就是你加入计划的话，我们会给予老师补贴吗？就是给老师那个薪资哈，就是因为你们加入计划就是等于是要设计新的课程，就你们要自己发展课程哈。那所以这个是你们的劳力哈，是你们的智慧哈，会贡献给这个计划哈，所以会给你们一个月有多少的补贴啊？我有点忘记了哈。那所以这个是除了会补贴之外哈，这是一个吸引你们加入计划的这个动机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老师反映，就是说他们过去加入计划哈，会要做很多的那种paperwork， 就是当老师就是帮计划去处理一些文件啊，然后或者做一些记录或做一些分析哈。那以前有参加过我计划的人都知道，我不会要求老师做这些事情哈，就是老师你只要教学哈，然后你们的那个教学的分析呀哈，或者是一些什么记录，都是我们研究团队来做哈。那然后我在看，比如说我可能会要求你们就是把你们的上课哈，就是做录影哈，可能最多就是做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拍照哈，给我们看就是现场的那个教学的状况哈。那我看你们的教学也不是站在督导的这个角色，不是哈，我是站在分析你们的教学，到底你们是怎么进行教学的，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做出这样子的用这样的教法，然后发展出这样的课程，然后把孩子带到一个很有成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所以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不是需要去批评你们要在做什么，而是要跟你们学习，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很顺利的把整个课程运作顺利哈。那当然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哈，比如说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些卡关啊，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做什么，但是你做不到，那我可能可以跟你讨论，就是你可以改变一个什么方式哈。那有时候我会提出要求，我会想说，就是这个计划我可能要达到一些目标，那我希望你可以一起想办法，就是达到这个目标。比如说像之前我在做这个主语教学的时候，我希望老师不只是做主语的教学哈，让他学会这个读本上面的句子，我还希望他们可以用读本上面的句子去做创作，好，创作一个自己的文本。那这个是我提出来一个目标。那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这个目标？当然是根据我的理论，就是我一个语言学习的理论。我觉得就是你要用这个语言，你才有办法真正学到这个语言，然后你才会是用这个语言沟通，而不是只是拿来做表演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主语教学都是让小朋友去做演讲比赛哈，或者是去做这个朗读比赛哈，或者是单字的比赛哈。那这个对于孩子到底能不能用主语来做沟通，他可能还是有个距离哈。所以我会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希望你们达成这个目标。那时候老师就会有点困难，就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讨论哈，然后我们加入主语老师的力量哈，然后一起讨论，然后让这个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所以他参加计划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课程，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计划的目标要达成。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计划都是站在一个协助的角色哈，就是帮助你们去克服这个困难，然后达到一个计划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哈。那不会去增加你们的工作的负担，因为它就是让你去做你本来就在做的教学的事情，只是它会增加负担的是你要学习新的东西，但是学习新的东西或是学习新的教法，这个对老师来说，我觉得对很多老师来说，它会是一个也是一个自我满足哈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会觉得，哎，原来这样子的教法对孩子他是有帮助的哈。那所以包括就是我们评量孩子的学习，这个都是计划做的，这个都不会是交给老师来做的。但是老师你自己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不要评量？还是要嘛？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往下进行教学？因为你不知道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学会哈。那评量这个是你本来就是你教学就会做到这件事情的哈。所以加入计划完全不会去增加你的负担，但是它可以让你在专业上面是有一些精进的哈。然后尤其是很多像这个族语啊，或者是说原住民的这些教材哈，有时候老师单独一个人做是很孤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发展这个课程。但是如果有这个研究团队给你这个后援给你支持，然后给你这些idea， 或是给你这些教材、这些材料哈，这些内容哈，让你去烹煮哈。那这个是会很不一样，会比你一个人单独想要去进行课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所以如果有这个团队，他可以去支持你去做这个课程，然后这个团队也因为老师的加入，让这些课程变成可能哈。所以我们是一起合作伙伴，我们不是一个上对下的一个督导的概念哈。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加入这个研究计划，然后让我们原住民地区还有一般汉人的这个小孩子哈，都可以学到更多的原住民知识。好，这样子有鼓励到大家吗？好，心动不如行动等一下就来报名哈。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早上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啊，跟要大家发展的这个药用动植物知识的关系是什么哈？就是因为我说一个文化持续的课程哈，它是以这个族群的文化跟语言为中心的，但是它可以融入主流的概念哈，所以你们可以把早上的这些课程哈的部分的 idea， 就是融进去你们发展这个药用动植物课程的里头。好，那这些为什么会有关系呢？因为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药用动植物知识呢，它其实有应付到蛮多的，就是耆老的他们的小时候啊，或者是到现在的一些生活状况啊，比如说像是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感冒啊、麻疹啊，要用什么样的植物哈，然后伤口发炎啊、长疮啊、肠胃不适啊、牙痛、眼痛，这都是他们小时候会出现的状况哈，然后他们的老人家就是他们的大人、父母哈，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哥哥姐姐，就会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哈。所以像这些病啊，都是跟细菌跟病毒是有关系的。那你如果跟细菌病毒有关系，我们刚刚的这些教案里头，它介绍细菌病毒啊，然后它怎么传染啊哈，你就可以带进去你的课程里头哈。然后另外我这边挂号紫色的部分哈，这个不是细菌病毒引起的，这样是蛇毒啊、蜂叮啊，这个就是毒性的东西嘛，哈，毒性的东西，它跟细菌病毒比较没有关系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耆老他们也有去分享，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会生病的这件事情哈。那有些是解释是用一个泛灵的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机制去说哈。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会生病？它就像是有被风摸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就是很像是有一个不好的灵哈附在你身上，会让你生病了哈。所以那个为什么他们要找巫医啊？因为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泛灵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哈。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泰雅族所有嘛哈，我们其实到现在汉人都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可能会吃到庙里面去那个祭改嘛哈、祭改之类的哈，就是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信仰的系统下面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哈。那
对，所以如果我的那个泰雅药用动植物的知识里头，我想要谈到那个治病的机制，我可能就会带到这个巫医，就是泰雅族的巫医的这个信仰的传统里头哈。那在耆老的分享过程里面，他还有提到，就是他们那个巫医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刚刚有画面有看到，就是一个细竹竿，然后上面会摆一个珠子哈，然后有一个问法，它是珠子如果掉了，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就是你问的那个病它治不好。那珠子如果没有掉，它就是立在上面，就表示这个病一定会好哈。那还有另外一种问法，它他会去问这个，就是请巫医跟这个神灵沟通哈，就是说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病哈？那他就会就很像我们寡龟的那个感觉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哈，是不是这个原因哈？那有一个耆老他分享的故事，就是他就问说，他们家有一个小孩哈，就是生病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先他就先问这个巫医，他就问说，就先问这个神灵，就是说是不是某个原因哈，然后那个巫医就是这个珠子都一直掉，就是表示都不是那个原因哈，然后最后问到那个珠子立起来原因哈，是这个小孩子他营养不良。那为什么营养不良呢？其实是因为好像是详细的故事哈，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网页会分享给大家看哈。详细的故事是他那个父母好像大小眼哈，就是给一个养子他吃比较不好的东西哈，然后给自己的孩子是吃比较营养的东西，然后造成这个养子他的那个营养不良，所以他就生病了哈。所以当那个巫医就问这个神灵，就说是不是因为吃东西的关系，然后那个珠子就立着了哈，就说其实那个原因是家里的那个食物可能有问题哈，然后让这个小朋友生病了哈，所以是用这种方法来找到他的那个治病的原因哈。好，你先下一页。然后其实就是我们分析了这10几个耆老他们所谈到的这个药用动植物哈，它分成几个情境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像呼吸道传染病啊、感冒麻疹，它就是可以用白毛啊哈，或者是说，因为麻疹它其实有耆老分享，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那个传染病哈，然后当时麻疹流行的时候，整个部落是死了很多孩子哈。那时候对于就是一般的他们用这些动植物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哈，很重大的疾病，他们就会去问巫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哈，就只能问巫医哈。所以以信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网页。所以到时候这个网页呢会分享给大家，我们有做一些整理。你把它开到最那个就是目录的地方，对，好。所以这个网页目前有那个泰雅医疗的植物跟文化哈，然后里面有药用的动植物，然后里面有分各种情况会要用到的这个动植物哈，比如说外伤淤血啊哈。蛇咬、蜂叮啊、肠胃不适啊、拉肚子哈，然后呼吸道传染病啊、牙痛啊、皮肤病啊、长疮啊哈，眼睛痛啊，然后一些保健的食物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病都是在当时哈，就是这些耆老小时候的那个情境之下哈，那他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可能肚子痛了哈，然后或者是他跟那个爸爸上山去打猎，他那个受伤了哈，那大人都是怎么样去教他，大人是怎么样去治疗他的哈，所以会有这些。然后泛灵的信仰跟医疗就是有巫医文化哈，所以这个网页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那个教材的内容哈，这是我们收集到耆老的所有知识，还有就是德育老师跟蜀玉老师他们一直有长期在收集这个药用动植物的知识哈，我们也都放在这个里头哈，那可以让大家来参考去编自己的课程哈。好，你现在回去简报。好，那还有一些是增加免疫力的哈，比如说有一些保健的植物哈，这是比较常见的嘛，告刺葱啊、玄风草这些哈，这个等一下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哈。像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
这个旋风草嘛，鬼针草哈，就等一下那个斗玉老师跟苏丽老师他们也会分享哈，然后野菜哈这些好，那这些就是跟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有个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抑菌生长哈，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哈，然后带进去你要介绍的这个课程哈。那还有就是一些增加免疫力的方式，这个也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白血球很厉害，它可以打败各种病毒，我们就要提升它的免疫力哈。那在泰雅的那个动植物里头也有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地方。那很有趣的是，有些这些知识其实是汉人的那个中药的文化来的哈，是原住民可能是从汉人学习到，然后他们也这样子用，发现是有用的哈。好，往下。好，那我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访谈了这10几个耆老之后哈，有一些研究的初步的发现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去了解到底这个知识是怎么样，耆老们到底是怎么样学到这个知识，然后他们怎么样去传承这个知识哈。那他们怎么样学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我会介绍。那但是很多呢，他们就像我早上一开始讲的，就是很多知识是没有传下去的哈。那怎么样传承知识？它都是在生活当中去传承这个知识的哈。它不像是现在，很像是我们开一个课哈，然后来跟大家讲解。它不是，它就是在生活的情境里面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大人就是会，或是大人长辈或者是兄姐，他们就会告诉他们去怎么样去做这个治疗。然后他就是在真实的情境之下，他就学到了这个。他在真实的情境下，他就学到了这件事情哈，所以我这边在说是在生活情境当中去传承这个知识哈，他可能跟着爸爸去打猎哈，然后或者是耕种的时候哈发生的一些意外哈，然后或者是去山上采集的时候会发生意外，被蛇咬受伤啊哈这些，然后当场这些大人就会给他做一些处理哈。然后日常生活发生的，比如说可能吃坏肚子啊、拉肚子啊，的这些状况，那或者是跟玩伴在部落里面玩，也受伤了，那妈妈怎么样帮他治疗，或者是他眼睛痛，或者是牙痛啊，原住民也会有那个牙痛的那个问题因为古时候是没有刷牙的这件事情所以牙齿很容易坏那他们牙痛的时候，那妈妈怎么样给他们治疗那所以都是大人亲身去示范，而不是说这样坐下来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做呢？他都是你牙痛了，那我就去找东西，然后来让你减轻你的这个痛苦所以耆老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怎么学，他是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他当初怎么知道，就是他学会要用什么莫古硝啊它可以治牙痛啊，是吗？可能不是，牙痛是那个破布屋可以治牙痛那他可能用了这样子的在那个情境之下，他就学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的就是一个初步研究发现，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还没有也许大家其他就是有这个经验的人也可以跟我讲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泰雅族他在男女上面有分工所以他在传递这个药用的动植物上面也会有男女分工的状况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比如说女生可能负责比较多是耕种的这个事情所以然后女生的妈妈也主要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有很多的知识其实是妈妈在给小孩子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传下来的，所以她是从妈妈那边去学到的。那比如说打猎是只有男性他才可以去打猎所以有些是在打猎的情境之下，他跟着长辈或者是男性的长辈或者是爸爸
或者是哥哥去打猎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那些在打猎途中会遇到的，比如说被蛇咬、被蜂叮，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它可能就是从男性的长辈这边流传下来的。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是合理的猜测了，因为是因为泰雅族它有一个男女的性别分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它也会造成这个耆老他是跟爸爸跟妈妈学到不一样的东西那还有一个这个泰雅的药用动植物它有一个混合的文化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像耆老们有讲到，就是说蛇肉它有一些功用但是他会说这个本来不是原住民知道的事情，它是日本人教的，是日本人说这个有功效所以原住民也开始去使用这个蛇肉当成是他们的一个药用的动物那另外还有是蛮多是跟汉人的重要文化有关系的汉人会想要跟请原住民去采这些东西因为它可以是中药材还蛮珍贵的东西比如说黄柏红豆杉灵芝那原住民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就是从采集这些过程当中去得到一些经济的回馈那他们也是从这个汉人的身上知道原来这些东西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原住民也开始去使用这些东西。但黄柏我一直不知道，这可能要请大家帮我去查，黄柏到底是原住民先知道，还是汉人先知道？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因为很像是汉人在收集这个药材之前，请原住民收集这个药材之前，原住民好像就已经有在使用这个黄柏了，这我不确定，就是要再请大家帮忙去考证一下因为现在都还是在初步的研究过程当中。然后另外一个受当代的饮食的影响因为现在山产店会卖那个昭和草那但是一开始原住民是不吃昭和草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草还蛮臭的，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吃他们不会吃昭和草。但是自从开始卖这个山产店开始卖这个昭和草之后，原住民也会开始吃昭和草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发现的一个研究发现会是说，这些植物我原来假设因为这些植物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取用的嘛所以如果你的部落或者是你的家没有附近没有这些植物，你应该是不会用这些植物来治疗。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这些植物不管是长在高海拔低海拔的就是如果你是在低海拔的部落，他们也会用一些高海拔的这些植物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它的这些药用的植物的知识是流通的，各个部落是流通的就是即使你在低海拔的地方，你没有黄柏这些东西在你的黄柏是扁柏，在你的家庭的周围，或是在你的耕地的周围那你也会去取得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些知识是在各个部落之间有流通的好，那知识的传承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要这样子调查，其实也是要想要帮助老师们在发展教材的时候，用一个原住民的方式去教给原住民的孩子那但是其实很困难，因为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你遇到那件事情你就学会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情境了，对不对？所以他会带到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因为生活方式已经被迫改变了嘛，他们很少人会再去打猎，或者是去采集，或者是耕种，它不会是主要的这个的生活的活动了所以这些知识就变成没有被使用的机会了，那它也就没有被传承下去的机会了所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我们在收集这些耆老的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有发现另外一个产生的主题，就是因为被殖民的过程当中，殖民的政府一定会去弱化或者是说矮化原住民的知识，会觉得这些知识是不重要的所以
他们在小时候或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也不觉得这些知识可以传承给他的孩子，因为他已经被殖民了，他们已经被认为就是说这些根本不重要，你只要去吃西药、成药就可以去解决这些事情，那这些智慧根本就是没有价值，不需要去使用，而且还可能会不好这样子哈。所以因为殖民文化的优势，造成这一个文化也不见了哈。那但是这个文化我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个文化它是有它的价值哈，就是人类要被毁灭的这些价值真的是这些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值得保存的哈。那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情境，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教孩子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把这些知识传承下来？那这些耆老们他们就有做一些事情哈，去传承这些知识哈。那有些人是真的就不传承了，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些知识已经不重要，然后也不知道他的晚辈要不要学习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会蛮无力的哈。那但是当我跟他讲，就说那如果我们让幼儿园老师去教这件事情，教给他们孩子啊，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们都会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好，那我希望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哈，就是让那个小孩子他也可以去学到这些原住民的知识哈。所以现在的我们一个解殖民的过程，就是重新去恢复我们原住民的骄傲哈，就是这些知识的价值。那现在是在机构会去取代家庭的这个功能哈，我们不再是从家庭里面去传承，因为已经没有这些生活情境了嘛。那这些老人他们也不知道用这个教学的方式去教孩子，他们只会用生活情境去教哈。所以像这些访谈的老人里头，他们就会在教会里头啊，在文件站里头哈，刚刚那个简君老师也有分享，就是文件站里头也都会再去教这些老人家这些失传的知识哈，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这些植物啊，然后认识这个它有什么功效哈。那这些耆老跟我们讲，就是说怎么样教这些知识，最好的方式还是到现场去看，就是进到部落里头去看你的那个社区里头有什么样的植物哈，然后就带孩子去观察，然后去学习哈。但是有些植物它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到，那他们用的方式就是把它养在盆栽里头，然后带到那个教室，就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有几盆哈，就是直接就种到盆栽里头，然后带到教室来给你们看哈。那像这个就是不是木腐肖，等一下这是治淤伤的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来那个做活动哈，来介绍哈。然后这个是一样，他们这两盆是一样的，都是木腐肖哈，然后是治淤伤的，所以现在的方式就可能就是把野外的东西就带到教室里头来，然后让小朋友去学习。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去找你社区里头有没有这些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带孩子去亲身去认识哈，因为其实耆老在带我们去看这些植物的过程当中啊，那个真的不容易，他就会走，然后就说哦，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它有什么功效，然后它有什么故事这样子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像我也是蛮常会去上山去走路的健行的人啊，我可能走过去，我完全不会认得这边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在那边哈。所以这一个能力是需要培养的哈，就是你要去认得那个野外可能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些说会比较潮湿的地方才找到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然后它的形状会是什么？然后这个也是很好的那个植物的观察，是很好的那个主流的能力里头去辨认这些植物哈。那所以同时你在学习这个泰雅的知识的当中，你也学到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我们主流里面认为的在科学教育里头它很重要的那个观察能力哈。所以这边就是提到这些机构呢都取代了家庭要去传承这个文化下来哈。所以我这边列出来红色的这个字就是幼儿园，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它是孩子
接触的第一个机构，就是他离开了这个家庭之后，他接触的第二个机构就是幼儿园。所以幼儿园，然后尤其幼儿又是很适合在这个时期去学习泰雅的就是原住民的知识跟文化哈，因为他们的吸收能力很快，然后学习的很好哈，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都是一个身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文化传承哈。那老师们也会觉得很压力很大，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被传承到了，他怎么样再把这个知识去传下去了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文化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就是中生代，就是你们没有被传承到的这些老师哈，反而是有了这个机会可以重新去学习这个泰雅族或是老人家的这个知识跟文化的机会嘛，就等于自己再重新学习了。好，那你自己重新学习之后，你才有机会把这些知识再传给这些幼儿，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文化是有多珍贵哈，是很宝贵的知识。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2位老师哈，还有以欣来跟我们介绍实际上面去认识我们这些泰雅药用动植物。那老师介绍的因为时间有关系，他不会介绍所有我们知道的哈。那所有我们有调查的这些资料哈，这些故事都放在刚刚的这个网页哈，会再去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网页的连结在什么地方哈，那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的针对各个动植物啊哈，它有更详细的资料会在里头，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在你的部落或是你的社区里头，哪一些是你比较容易找到的，那你就从那些植物开始发展你的课程哈。好。Halo kata kuala, lalu mabuga toyo watan kahon saku biasa. Apakasumala yuda toya yang spons kami yung kebakikan. Sinabina, sinalungana, menikista.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斗玉瓦蛋，我来自复兴，很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学习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智慧。毕竟我们达亚是住在那个量哈，其实我们的智慧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这些如果都没有留下来的话，下一代的孩子会非常的可怜哈，那就已经没有留下那个达亚的智慧了哈。好，好，那我第一个啦，玫瑰就是那个五节芒，就是那个割人草啊。芒草啊，你只要去了验哈，你要到山上去哦，被割你的那个一定就是那个玫瑰哦。以前呢，这个我有带那个玫瑰会带玫瑰，要小心它那个这边有没有阿美族的？有哦，哇，这个如果都被阿美族看到，一定都是带回去哦。他们很像那个神农氏，你知道吗？只要经过的地方，一定就是光秃秃的这样。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他那个效能是什么但是他们都吃尽百草，他都不知道百药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族人的那个什么。对，原住民的神农氏好了，这个就是玫瑰这个，这个这个剥开要小心这个剥开里面那个心是软的，里面的心是软的。阿美族是用来炒肉丝那我们泰雅族呢？我们达亚是用来什么？那个。没有，这个以前那个什么那个巫医，他们也是用那个玫瑰放在水里面起泡泡的表示说这个病就好，占卜用的还有就是说你要到山上去
马来的补困啊，做一个标记，说，哎，我这个已经回程了，好，或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哈。哎，当你打开啊，里面那个哈，它们有一点嫩嫩的心，嫩嫩的心哦。如果是说我在山上啊，我们上次访问那个刘浩长老啊，他说你去说屁了啦，他玩那个镰刀哈，不小心就砍到他，哎，他的手很大的那个疤。哎，以前没有什么缝针的，我以前最高纪录是缝100多针，因为我在外科室住嘛，所以你看他那个，我这样算看看，应该有12针左右了。按照我的那个看，他那个是很大，他那个疤很大。他说他的牙牙他们就是用这个玫瑰呀，你觉得这个要怎么用？哎呀，什么膜？没有膜。水疤就是最好的工具呀。它其实就是要用你的唾液，哎，我们就觉得说现在用唾液好像太不卫生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唾液是非常好的什么？你没有看那个猴子啊、狗啊、猫啊，它们要治愈自己的伤口的时候，它们就是用舔的。还有我们达亚以前啊，做小米酒啊，日据时代啊，那个日本军啊，不要喝我们达亚的小米酒，为什么？它是用口水咀嚼之后去让它发酵，所以这个口水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自己被割到哈，啊，你就嚼咀嚼，那咀嚼之后呢，就敷在那里，真的很快就会什么止血。好，这个不是这个我最好的实例在这边。我们请淑慧老师讲一下他的那个经历好不好？好，有没有看到？希望可以单独把我们给把这样子，应该这还好吧？哈，我的食指哈，有没有看到我的指甲？哦，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哈，我们以前呢很流行那个做那个，我们去学校啊，那就会玩那个踢毽子，有没有？然后刚一单那边我们做尼龙绳啦，然后那时候为了想说那个绳子要很整齐啦，然后就拿着菜刀啊，是不是安利那个也是的，不是安利的。那时候呢也不知道了哈，就是只知道流血，那个血啦，木叶啦，稀都变烟嘞。我那时候啊，只知道说马上不是破的衣服哈，去给它包住。可是那个血哈，然后还是一样一直流，它只剩下这边而已了的，它那样开了的，只剩下这一小块，它是垂掉下来的，那个肉是垂掉下来的。然后那时候单丫丫嘛，不好意思，习惯讲中文哦，单丫丫嘛啦，我妈妈看到哦，就马上哦，他们都没有跟我讲什么，就到我们旁边来，因为就地取材了。另外，比如那个米桂了，是嘛个那个米桂了，单丫丫了，比如来这么长啊，全部就整段哦，就一直咬碎，然后呢就直接敷在我这边，然后一个下没有多久哦，它就止血了。然后他虽然长得很丑，因为他没有给医生看过哦。如果给医生看过的话，就不会破相了。哦，可是哦，我们那时候你妈咪都飞的没有路可以走嘛，只能这样的方式。这个就是我最好的。然后这个图片是我们那个江一福长老啊，他的经历而已。我们的每一种植物绝对有他的经历，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知识哦。那个我们的那个江一福啊，妈妈啊，那个学员们那个，还有那时候拉菲呢，没那个巴金沟啊，拿那个弹弓啊，哦，他本来是要去射小鸟，哦，射小鸟嘛，第二天他们在山上，然后呢，结果有一条狗啊，我阿嬷的狗，它就在旁边，那个狗以为它是要射它了，然后呢，那个狗就马上呢就冲过来，就咬那个我们这个耆老。所以那个阿嬷看到也是一样哈，也是咬了一大口，然后那个阿嬷看到之后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然后你说嘛个呢，你会了，罗这个那里，然后呢去呀把那时候啊就是被咬到的那个地方，然后马上就止血了。哦，只要是小伤口，只要是浅敷啊、浅伤啊，只要是浅伤哈，其实对我们那个玫瑰来讲的话，它非常的有效。浅伤哦，深伤的话，比较深的话，还是建议收医了。见骨的还是到医院去了。拜托一下，有说我们那个周瑜老师说用这个，我见骨了，拜托哈。这个你看这边就嫩嫩的，
你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聊看看啊。好，我补充一下给那个五节芒，当地呢，我们的芒草有2种哈，一种是5节芒，一种是7节芒，不要拿错了哈，是5节芒哦，它们长得很像哦，你再回头啊。5节芒、7节芒是那是不一样。生命单那个咯，你的那个1加3呐，好，你的那有的呢，那像5节芒啊，那边嘛比5近呀，那个7节芒啊，它的毛比较长，对，生命单，给生命单那么，然后再来呢，这个5节芒啊嘛，给我的话，那个美丽呢，很像我们女人她会怀孕呢。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包包的夏天哦，只要看到啊，就是三年那个黑颜色、红青颜色那个夏天了，已经进入到夏天，没有错哦，那是我们的零嘴，好，没事。对，好。我们踩到那个是对的吗？这个不是啦，这个不是5节芒，你们这个太营养不良了。哦，这个是野草好吗？野草，野草、杂草哦，这个不是5节芒。不好意思，雨欣，这个不是。应该请我们的师傅哦，从那个死芒那边带上来。对，好。好。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想说要捣碎，可是发现其实它的那个纤维很多嘛，所以我们咬碎的时候是可以真的咬碎了，还是它是还是可以，因为它这一节而已，你不要咬到这边，因为我们是牛呢。改进才是吃这边的哈。它的韧性啊，它的韧性啊哈，它的主是不是？啊，这边你们有吃吗？没有嘛哈，一样嘛哈，所以是这个韧性可以那个到这样软的那个啊，你们可以自己截看看啊。其实它是有一点微甜微苦啊，其实它不是不好吃。对，你就咬咬咀嚼，啊，给空蛋这个啦，是不是要喝一下？好。纤维可以打印出来。纤维。纤维，因为我们纤维是现代的东西，这是现代的东西。你看纤维呢？对。好，其实这个新的啦，这个新变成纤维变成线就不能吃了。好，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剥看看，要从这里剥哈，不要从这边，从上面这里要一节。错了。好，这样剥下来哈，小心你们的手，不然你们真的是会用到哦，会用到这个。哦，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学习这个新的知识过程当中，那个细节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像我们刚刚就一直以为是可以用那个5节，我们以为那个是5节芒，所以我们就拿那个5节芒来做实验哈，所以那个实验一定会没有效果，因为它没有任何依据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也是要很小心，正确要去问那个老人家或者专家，不是像我们这种半路出生的，就是一定会搞错。所以那个正确性要还蛮重要的，所以不要随便乱交给小朋友这样子。早上好，我来跟大家介绍第2个那个植物。那我不是泰雅族的人，我是南部的人，但是很难的难，就是越南。我来这边念研究所，然后就跟着新老师工作，那很开心，很开心，就是这个计划可以跟新老师上山访谈很多耆老，然后也是学会了很多原住民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个知识，这样子。那第2个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黄柏，那它在图片上面这个黄柏是我在耆老家看到的，但是我在网络上面买的时候，它长这样子，就是它的黄色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一种的黄柏。这个的黄柏耆老跟我分享，也是他刀伤的时候使用的一个材料。
那他是说他上山，他跟他爸爸上山的时候，爸爸就会告诉他说啊，如果你受伤啊、感冒啊、有点发炎啊、不舒服啊，你看到黄柏你就可以采回去煮一煮、喝一喝，你的感冒就好咯。就这样子跟他讲。那没想到他长大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是上山去种香菇，可是不小心那个镰刀就弹出来了，所以割到他的手这里，就是这张图片割到他的手。他那个时候还好，公寮呢就有2片黄柏，他就请旁边的人赶快帮他刮一刮这里黄柏的粉，然后他就把那个粉塞进去，然后就把布包起来这样子。他也没有去就医，他就这样子几天之后就好了。但是其实到我们去访谈的时候，还是看到那个疤，他说还是会麻麻的，但是却完全没有就医，就可以用这个去帮助他。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这个知识很重要，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耆老都会讲说，我们上山工作的时候都要1个礼拜才能下山。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下山了，因为山上很远，那就只能就地取材去治疗他的伤口。很特别的是，我记得新老师有问耆老说，那你们会带一些药去打猎吗？那耆老说这是禁忌，这样子的话就是代表你已经预先说你会受伤，所以他们也不会带药去，就是到时候遇到什么就什么这样子。那除了这个耆老，也有耆老分享说她是一位女耆老，就是她晒衣服的时候，因为风很大，可是她先生呢就是随意的挂了一把刀在那里。结果那把刀就被吹下来了，割到他妈妈的那个脚。那当时那个伤也是很大的，是看到骨头的那种。那他的先生就赶快也去找黄柏，也是这样子刮那个粉去敷上去。那虽然现在耆老还是会走路，还是会不是那个耆老的妈妈后来走路还是有一点掰卡，可是他们也是没有就医，但是这个伤口也是这样好了。那后来可能是汉人也知道这个的疗效，所以汉人也会请族人去山上采回来去卖给他们。所以其实耆老都有分享，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跟着老人家或者是一些长辈去山上采黄柏下来卖给平地人这样子。那第三个是葛藤在这边，瓦砾，对，瓦砾。那这个葛藤呢，也是来自受伤跟流血的一个植物。那有两个耆老分享都不太一样。一位耆老他是分享说，他要先把这个截开，然后里面会有透明的汁，他就把那个汁吹到他的伤口，然后再弄碎这个叶子铺上去，然后再把细细的枝条绑起来，这样子来止血。但是说那个时候他就是拿了爸爸砍竹子的刀来玩，然后就不小心割到自己，结果呢他爸爸就很生气，想要骂他，但是他又不敢跟爸爸说他受伤了，因为会被骂得更惨，所以他就自己躲起来。但是他想到他爸爸有教过他这个知识，他就是自己这样子做来止血。那也有一个耆老说，他去玩就抓泥鳅的时候，有不小心也是受伤了。那个时候虽然脚上有很多泥巴，但是部落的老人家也没有帮他清洗什么，就直接去找这个瓦砾的叶子捣碎敷上去，然后这样子让他去止血跟那个消毒。所以这个瓦砾也是有消毒跟止血的功效。那这个我是请耆老在山上帮我们摘的，那这个是没有根的，但是耆老很好，他有摘了一个有根的瓦砾给我们，所以如果老师们你有想要种吗？如果你有想要种的话，待会你这个可以带回去，是耆老摘有根的，你可以回去。但是它是藤类，所以它会这样爬这样子。
可以带回去种当教材。好，接下来的这一种呢是木骨硝。木骨硝是一种野草，它某骨硝，对，它叫喇亚。那它的功效很特别，它可以止淤血。那是师母的爸爸告诉我们的。他说他看到他的堂哥那个时候常常跌倒，然后身上就有很多淤血。他的阿姨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去治疗的。怎么治呢？他就让他的堂哥躺在一个竹床上，竹床就会有一些缝隙，所以他就躺在竹床上。那就是拿这个喇亚放在锅子里面煮，那这个东西会放在床的下面，然后依旧用那个蒸汽来蒸他的身体。哦，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它会有一条布盖住。他就这样子蒸汽蒸在他的身上。对，那个他们会蒸这样子大概1个小时，那就是蒸几次，让他的淤血可以消掉。那还有一个很特别，他们老人家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喇亚煮久了，它会变成红色。他们老人家就说你的淤血跑到喇亚身上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喇亚是野草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山下就不是我们平地都是在除草，所以几乎都也是找不到。我也是请衡山的朋友帮我把它移过来。那我们这里也有3个盆栽，如果有老师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带回去当教材。好。看那个花哦，那个蝴蝶很简单的，好像那个花很像满天星，有没有？对，哦，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山上很多，对，山上很多。我在这边，我原本是要去那个植物店去问说，你有卖吗？他说没有卖，你去山上自己找。而且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方便，像现在其实有那种药浴啊，就是大家去对哦。其实泰雅族在这么以前的时候就知道做药浴，那么聪明的泰雅族，活心，应该要当医生才对。这个，好了，这个叫做可能固，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今天我老公拿了一大把。好像大家都在扭伤的样子。这个就是可能物泡，他们煮这个很好吃的。你看，他们又要吃了。我们泰雅族没有吃这个。这个我们最讨厌，在我们的菜园里面最讨厌，因为什么？它会鬼针草嘛，它会粘在衣服上面啊，粘在衣服上面要怎么拿掉？用拔的哈，拔眉毛那个拔，错了，拿刀子刮，我的阿公都这样，一下子满地就是了呢。好，这也是智慧耶。你就不用在那里拔耶。好，这个鬼针草，你看那个我妈妈，我看过我妈妈，她到山上去跌倒，脚去扭伤，这个脚很肿哦。她怎么弄呢？她这个嫩芽，你看，她就拿很多那个鬼针草，可能护它。然后他就在空的那个煮备那个弧形底锅他就在那边炒，主要是让它，因为你刚拿的时候它一定是很硬嘛，然后是为了要让它软，让它软化它，而且有一点温度哦。然后呢，他就放一点米酒，然后就趁它很热，不好意思，不要烫伤趁它热，你的皮肤可以承受的时候，它就敷上去。冷了它再拿掉，然后再弄一锅，然后再弄。它弄了几天之后，它那个消肿的那个就没有了，太神奇了，对不对？这个是很神奇的那个，这个就是可能对热敷哦。当然，我想说，为什么要放米酒？可能那个我们很多的药材是不是都要加一点米酒，去加强它的那个，它的那个药引对。它就是变成它那个药引，它让那个药引出来，活血的那个板一样，活血，好，所以就把它敷在上面这样子，真的蛮有效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看到我妈妈这样子，
鬼针草还有什么可以做？还除了吃了哈，但是我有看过他们这个吴菜料理，他们这个鬼针草啊，他们是用来先烫过，穿烫过之后再炒，哦，它就比较没有那个涩味，对不对？对，好。你先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他也有耆老说到其他的那个功用，也有其他耆老提到是说长疮的时候也可以用，就是让热的时候把它敷在上面，然后就是可以把那个脓头吸出来。那脓头吸出来之后呢，就不要再敷了，而是把它这样搓它，它也可以治长疮的部分。那蛮多耆老都提到都可以来泡茶当那个保健的饮料这样子，它可以退火的一个清茶，这样清草茶。它这个叫八角莲啊，这个是在长在那个300到差不多1200公尺的地方，所以那个好，你说东野山下次拔几颗来，我们来种吼。好来，它的花非常的漂亮，紫黑色的有没有？哦，紫黑色的。啊，这个呢，它的那个主语啊，可能还要再去确认一下。啊，还要再去确认一下哈，八角莲，因为我们问的那个长老他说那个打样的名字我不太确定啊，所以我们打样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要那个哦。他说他上山啊，他说他还被咬过2次哦。青竹丝刺尾青竹丝有没有毒？有毒哦，有毒哦。好，他说他那时候就是用这个，用它的根。它的里面是它的根是有筋块的，很像那个生姜，很像生姜，那库里好像生姜一样哦，就把它捣碎，然后就敷到上面去。那我有查过，他说很多人啊，就是因为疯传说这个东西可以抗癌，害得我们300公尺的都没有了呢，都要跑到1000公尺，那1200公尺那里才找得到了呢。哦，所以要到东野山呢，所以这个他们说它有那样的疗效，他们要用煮的，也是一样，它那个筋块，但是它是有毒性的，它是有毒性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饮用啊，当然它是用来敷在那个什么那个毒蛇咬的那个地方，他没有去就医呢。如果是我们现在就去打血清了，对不对？对。哦，以前那个时代是没有血清嘛，哦，他就还被咬2次，他怎么那么倒霉？都是被青竹丝咬。哦，应该是哦。然后就是用这个，哦，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因为我们去上山，我们不喜欢健行的，或者说到山上去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好，如果因为我们山上有很多的蛇，现在又是夏天，就一定要认识这个。它这个为什么叫八角莲呢？它那个叶子啊，这样子8个角，哦，它好像有8个 key 这样，哦，所以它叫八角莲。它的花非常的漂亮，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好，我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阿美族的那个针眼菜，因为你看他采的那个其实就是山苏哈，然后有一个耆老就说，泰雅族不吃这个，因为他不吃山苏哈，因为他们发现就是那个太阳照得到那个山苏的那个地方哈，一定会有毒蛇，所以他们一定不采山苏，所以刚好跟这个故事是一样的，对。但是阿美族就是会吃这个山苏。对，而且叶老师，但是那个是泰雅族的智慧，他们说不采那个山苏，因为容易碰到毒蛇，容易碰到毒蛇。好，那请鼠玉老师来补充一下。好，另外就是刚刚董玉老师分享的是那个有毒的青竹丝嘛，那另外还有就是像那个一般我们沿路非常多无毒的蛇如果不小心被咬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我们打样叫做什么马梦啦，它的那个果实是红色的
哦，它是可以消肿的，可是就针对那个无毒的那个书啊，可以用9节目。所以现在今天很棒啊，大家能够参加这样的研习赶快把这些植物分门别列的然后种在自己的花园里面。也许这是你的谋生之道对，百草园。好，我们的下一章。我的了吗？我的了好，这在我的盆景Bago ano ka ni? Bagayaw na. Bagayaw na. Sa makumamung sa suna bagayaw lalo niya ka. Sa mga sumani sa malamo. 为什么取名的？下雨雨伞。哪能被gayaw？ gayaw 的意思是不是？下来。sa sunod lalo， 因为它的形状就是类似有点扑倒嘛。所以当我们认识植物的时候顺便也学忘记盖它身上，它身上的那个什么拉路，这个也很重要对对对对。好，就讲到重点了这个很毒啦，很毒啦。那么另的啦。但是这个它只要那个汁对，很营养会受不了，到你晚上睡不着觉那我们那个听到那个老人家啦，就是他分享嘛，就是musa lihat mana， aki musa那边dengar jika minta jika那边对面的山头dia makin terliung你那个就 makin nanu 他就远跳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远跳，结果呢，他就是爬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爬的时候比较好爬嘛，双手可以这样子爬。可是下来的时候只有一种方式，那个很直的树是那溜下来，对，一定是身体溜下来还是环抱的，对。结果那个老人家呢，就是跟你莫家伙了吗？花了他们家大概50只的虎头蜂花了50只，你想想看，想想看多种然后呢，真的是那时候呢，他就很紧张嘛，laki galunya laki yang kami jika kaya kali嘛，他就找这个，叫人家孩子找这个姑婆玉，然后呢，孩子找到之后呢，makan sekolah你知道拿那个刀子然后把它切开，就会有很多的汁液嘛，然后就直接用汁液直接什么呢，涂上整个全身都涂，然后就不会痒，就止痒可是还是很肿不办法来嘛，还是很肿，然后呢，他就回去嘛，让我们上面搭了嘛，亚伦的录音机，他那个跟他一起上山的那些伙伴就问他说，就是那算嘛，那个等溜嘛，被那个虎头蜂咬到嘛原来那一棵树本来是那个虎头蜂的家在上面，然后这些年轻人把他的那个 boy 那个蛹是吧，然后慢慢的嘛，所以那个雅雅就开始怎样生气了嘛，然后呢开始找那个那比另外的所以他才会被咬到。所以那时候嘛，那个有一个什么叫那样东西，就得让他就他妈后个喂那个得令嘛，那个蛹是在煮煮那个蛹。对，所以那个高蛋白质对，那个Menukis kalau yang macam mah, hello jika wahai kumpul jika nak ayam na boy na terliung kan ni mah， 真的呢，以毒攻毒呢。我自己在想说，这个也是很毒嘛。然后呢，被那个得令咬也是毒嘛，结果刚刚好又没有毒了然后呢，那个蜂蛹也是一样会得令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老人家的智慧。好，以上来下一个米酒，用米酒。有的过敏人吃一下我就是我。我来讲一下这个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回山上去结果我不小心被那个嗡嗡嗡那个小蜜蜂，不是得令我会死掉就被很硬蜜蜂有采蜜的那个，因为那个花很漂亮，就被它叮到说，老公快点，你
快点尿在我这边。他们说有阿莫尼亚嘛哈，我老公说，我刚尿完，我挤不出来。好了，好，他就跑去拿这个，然后他说你用这个涂嘛，那我就用这个涂了之后，我不晓得，我以为是全部要涂了之后呢，全部痒，更痒，我都不要气死了。原来这是要有方法吧，涂在被叮的那个地方，我是涂了满手，弄得我满手都痒的要命，我就是恨死他。然后我刚吃那个蜂蛹，我小的时候啊，我还在睡觉，我的阿公他们就去拿。这个得令是要在晚上的时候去拿。对。他们就在拿那个蜂蛹，我阿公就很高兴说，就得令，还吃这个得令。我说是哦，然后我就吃完了。奇怪，我的耳朵痒，头痒，结果你肿得跟猪头一样啊！我爸爸赶快背到那个复兴卫生所，去敲那个医师的门。所以有的人这个蜂蛹是不能吃啊，过敏性体质是不能吃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吃。不要说我们那个老师都可以吃，不要可是那个锅婆鱼的叶子是不是可以拿来装东西，对不对？对，早期我们那个马里马吉沙拉那里我们没有盘子嘛，那个就是我们的菜盘，你只要不要让它的汁液流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木地沙巴的。洗宴洗的时候啊，马修的那边都就是分送那个汁的时候对，撒猫那边我们就会铺陈在地上嘛，没有汁液在那个以前没有那个雨伞，有时候那个下午雷阵雨以前没有这个太小，以前很大，对不对？我阿公怎么弄？打开之后啊。它这个汁液啊，它会流嘛它就往地上抹那个泥土啊，泥土就把它包起来，对不对？它就不会弄到身上。其实这就是智慧。对，老人家很有智慧。然后以前呢，我们那个会有人要笑啦。对，用那个。也是可以那个阿婆那个也是后那个水杯的竹杯，我们不会刻意还带一个竹杯，那个公布这个那个都是最好的我们的器材很环保好，来下一张我看到这个我就很怀念我很怀念我的嘎爸，因为我嘎爸已经走了大概20几年那这棵树是我哑巴的杰作，你会看到那个一颗一颗的洞这个就在这棵树就在阿浪的那个路的入口处就是这一棵树，这个叫做本土草桑树我们表外那边很普遍的就是路边都种了很多的，那个路上不是就有也是那个的我像我搞吧呀，你不要让他皮肤那种，他很容易皮肤过敏无数几个人就是喝了一点小酒就开始身体痒我就常常看到我的搞吧就拿一个桶子马来西亚那个牡蛎牡蛎什么然后那个就去那个鱼浪所以慢慢过来鱼浪它的树皮都剥下来，然后呢有时候呢给它就直接砍那个细的树枝它就剪成一段一段，那个树被好棒了那边我们的那个我们煮的那个大火我们用那个树屋呢，你就把那个树枝那种包那训练树屋呢都把好给我了，煮沸之后那个都蛮黑了。还捞回来，好滋养。然后我看那个都其实养大那个，他们老师不好意思，他讲我问一下中文讲听不懂主语的泰雅语的举手一下吗？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照顾到你们。好，我尽量控制一下好，我的那个应该是我的姑姑了他们以前坐月子嘛。坐月子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坐月子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嘛。那我们打样呢不可能还要做那个到月子中心，早期没有月子中心都自己关在家里那就是用这个根露就是煮沸根露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樟树然后煮了一大锅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不能煮熟之后，煮沸之后，他就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枝条啦，或者是树叶啊什么等等的啦，都捞起来，然后就捞那个煮过的那个热水，然后放在桶子里面，然后它可以淋浴，或者是用泡的，所有那个可以捞完了呢，很快哦，那个一洁净的东西就直接就流出来了。也有哦，虾40天我开始。因为它中间只要冻下来。就是专门就是。是拿干拿本的水，对，是拿干的哈，那等它降温才可以。对，所以这些哈，你看就地取材之外，我们根本就不用花任何的费用了哈。月子中心哈，还有跟月子中心讲，会不会我们北横公路的那条路的招新都会采用好，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看到这棵树，我觉得它很有那种，那么。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如果我们说的再回归山林的话，其实很多的老人家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待会我要讲的哦，就是我的眼睛比较，就是比较不舒服嘛，就是很容易就是肿痛。所以我就尝试，因为一直在研究这些植物，大概知道说，有哪些是可以舒缓我眼睛的部分，我就会用那个植物哈。好，你那个不动了吧？好，谁要带回去洗？这个好棒，热议老师，来，谁有那个坐月子的？您那媳妇在坐月子的可以带回去。好，这个樟树它的那个经济价值哦，那个这是日本时代的时候他们所种植的，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比如呢，它很多的油脂。我们不要用化妆品了，我们可以尝试用它那个油脂来当我们的化妆品，试试看，用脸试试看哦。现在很多的那个手工皂也很多都用这个可以尝试看看哦。好，接下来不动的那个老公们不动了啦。好，不动呢，我们直接讲不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火柴嘛其实那个火柴就是取自于这个名字，因为它就是取火用的不动火。好，那这个不动呢，母干的话，田路啊，他们都是那个做那个柜嘛，做柜嘛，像对，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对，好，我们打样的，我们叫做不动黑丁这边，我们是叫不动黑丁。好，它的那个材料就是这个，它的叶子，最主要是它的那个叶子。好，还有它那个花也可以加到上面。那它不只是做柜哦，或者是取火用，还有医疗的。还有医疗的。那像那个我的我的阿姨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我阿姨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嘛姑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家应该是那一段时间，应该就是我们说的直接干就是那个过年那他们就会回来嘛。然后那时候我的妈妈跟我的阿妈嘛都在做这个年糕了，我们说的年糕。然后呢，我那个姑姑从山上上山然后帮他背这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有一点那个叫做什么支气管炎的。那个有一点气喘，对，有点气喘的，可能是那个呼吸过敏还是怎么样就是一直就是有那个声音就怪怪的，所以我的那个阿嬷然后他就骂他的那个女儿，然后那个姑姑说怎么没有把这个孩子照顾好，因为唯一的一个儿子嘛，所以骂完之后他就马上去，因为正好他们是在做这个黑丁嘛，他就拿这个黑丁拿一些叶子，然后呢去煮了一小锅，如果1碗的话，大概它会流，就是煮沸到1/3，就让那个孩子吃那个喝。结果呢，那个老爹，我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个孩子呢，就是好像突然就是那个有没有就是卸下来那个感觉，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里面有痰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不是医生嘛就是一下子的那个声音呢。很顺，我们声音呢很顺，所以我们就一直强调，尤其是我们老人家常常骂我们说，我们打样的那些植物的知识它不是单一的
它的功能不是只有单一，甚至于刚刚我们讲到，它到底对我们那个刀伤有没有功能，可能没有人去做，可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做看。哦，因为这些植物一定是没有毒的吗？哦，没有毒的哈。哦，好，那这个是不动的部分。好，再来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是我的那个弟弟的亲身经验啦，很多的知识哈都是哈，那个以前那时候就跟我们说是可以找我们我们上次去访谈的资料，可是发现说我很多都是不是访谈的资料哈，因为那个我要找亲身经历。哦，那我印象中我那个只是那个我弟弟哈。不能那个李路啊，我们说的那个丁仓，丁仓，而且他丁仓很喜欢在头部嘛。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是臭头的，现在都很多呢，龙鸭啦、鹿虎鱼、煎鱼，然后啊，就是把给别多弄那看你啦。然后我的也是一样，我的阿弟啊，我的阿弟，我的阿嬷。也是一样，就是木呀啊、格里罗呀，早期的老人家都会种那个苎麻嘛，啊，就我们说的那山那个什么路它的根部，拿它的根部，然后把它敲碎。以前早期我们也不会说拿了根部鼓啦，那个我们不会说还要特地拿去怎么的用水用清水洗，不会就直接把那个根部呢直接在地上怎样。撒一撒那个抖一抖那个乌拉那个肉，然后就敲碎之后那些那个饼嘛给风的啦，然后那个渣啦，去那被它泥路把那泥路个啥，然后很好玩呢。我那个嘎弟啊，他就讲说，你那东西啊那个把我们都弄那啥，有头嘛，帮我们撸出那个渣什么的，帮我们撸什么多了嘛。会跟着那个渣流出来，对，为什么啊？我就特别问我的那个嘎弟呀，他就说，训贝哈你录吗？看你们啊，他说不好意思，人家看，我不要看你们，因为你们是太阳猪，我看这边因为他说那个苎麻那个汁液还有那个渣放到我们的那个钉疮上面嘛，它会它会让我们的我们说，假设我们现在我们就蜂窝性组织炎。是不是会肿肿的、硬的、胀的？所以他说那个苎麻，你们来把它上去嘛，它让它快速成熟，让那个肿快速成熟让软的咯，还有多别多弄那个啥了。所以老人的智慧会很厉害，还是要称赞一下我们以前古代我们那个祖先好，下一张。好，这个是履历履历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蛇木。我种很多兰花都是我老公去砍的，那个蛇木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的蛇木板不是蛇木那个现在的那个蛇木都是进口的，切片切好的。那我的蛇木是我老公去山上这样子，整个这样，所以我种那个兰花，哇，那个兰花都开花了。好了，我记得我的雅雅，我妈妈她这边长了一个很大的钉，那个头一直没有拔出来。我们知道我们长青春痘的时候，只要它有时候是先肿，对不对？没有头，它有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里面混很久。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后来它那个嫩的那个，它是蕨类，对不对？它会那个圆圆的这样子旁边都是毛它很大的，这么大的，这样很大的，它很粗，因为它这个是那个树蕨，对不对？好，它就把那个毛拔掉之后，一样打碎，它很黏，它非常的黏，然后它就把它敷在那个它的钉那边，好，第一天敷可能还没有出来，就像那个鼠弟讲的，它可以快速的把它的那个钉有没有成熟弄到熟，催熟然后第二次，好嘞，3次之后当它拔掉的时候它那个头就跟着出来，然后很软的，对不对？再把它挤出来就好了，好神奇，因为它这个是很黏，它非常的黏，它有一个黏液它好大一个，一个就够用了，就你马棍把它敲碎、碾碎，它是黏黏的。
哦，我就觉得说啊，原来他那个现在找不到了，要到山上去了。哦，东岩山又是东岩山哇，那个东岩山会那个沦陷吗？东西都在那里。好，来。有看过那个欧利巴赖的举手一下吗？有看过的，有吃过的。好，不是一般我们现在山上看到的，它有会个肚子嘛。好，那这个叫做高山白腹鼠，山一过啊，而且它就是它有两种哦。好，它有两种，一种是深山的，好，一种是深山的，另外一个是低海拔。师傅，你们那个应该是属于那个另外一种。他就用什么来分辨哈？因为他们两个的呢，中间都是老背过的，都是白色的，肚子都是白色的。然后它的差别性是在它的那个后背的毛啊，有一个是灰色，有一个是有一点接近的这个颜色的褐色。那我们所谓的那个国立巴赖是那个灰色的。好，那个是我们隔壁部落哈，真实的经历哦。我们那个有一个老辈，应该是中年人了哈，那他就是到医院去就诊，然后被确诊为那个刚刚就是血癌第4期，然后那个医生就已经告诉他说，不是他生好回去了嘛，就没有办法了，我的那个医学的知识或者是药物没有办法去医治好你的病，不是啊，他就教他是平地的医生。告诉原住民的族人说，回山上去，然后去找这个欧利巴赖，一天吃2次，一天吃2次。你没有发现当我们不都练了弥撒经嘛，沙山不都那个边不都嘛，弥撒经嘛样，不是整只吃啊，整只吃啊，他后面还黑的了，可能就是整只，然后就是分。大概是整天几天这样子吃了，就是对煮汤，什么都不要加就是鸡木呢就加一点点的盐巴嘛。结果把他们那个得血癌这个主人秘书啦、兄弟啦，就会开麻辣痛，开挖土机，已经被医治了。已经治好了，他就是照着那个医生告诉他，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医学的知识啦，可是他就照着医生的那种叮嘱然后就回去吃这个欧利巴赖可能就是有它的一个效用了但是我来是提醒一下，这个都是参考因为我们不能就是说，因为连现在一点东西都不能说有这样效果，是让你参考。其实一些保健食品，他们都不能说他们有效。但是我爸爸都会，我从小就吃它，他是做的面一整只，难怪你那么健壮。这些好，所以所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知识，都是透过就是部落族人的经验了我们可以做参考。然后呢，就是有小伤或小病，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测试一下这些知识好，接下来是我的红豆杉红豆杉它的那个果实也是红色的了很像那个红豆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们说的火炭母草乌鲁斯，这两个的那个就是都可以治那个有样的酸这个随地地方包括呢，那个杂草丛生，然后来生命力繁殖力很强这个，尤其是如果你的那个玛雅说没有撒农药，然后这个绝对会满山遍野长这个。那这个火炭母草它的功能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叶子，然后呢洗干净。叶子洗干净，然后记得要那个用火不让它烤，一定要烤热，然后烤热之后呢，敷在我们的眼睛上面，它会什么呢？减缓。我现在就是测试，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我现在因为我的眼睛因为也很眼电，眼压高，对，眼压高，所以我上次眼压高，我有这样的测试。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因为它不是侵入性的，对，我们可以尝试，觉得眼睛不舒服了，
好，水地我们那个隔壁邻居哈，摘2-3片，好，烤一烤，用火烤一烤，然后去复看。好，除了这个火炭母草之外，我知道那个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红豆杉。好，红豆杉也是一样，它也是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红豆杉哈，它不只是像那个我们说那个母鹿杉，它除了眼疾之外，它一定也有其他的功能。然后像那个红豆杉它除了是可以做那个眼疾之外哈，它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说的伤口，好，小伤口啊，把你小小的把你那个快要结疤之前的它，哦，这个也是嘛，哦，你看它的功能跟它的功能，除了眼疾之外，它可以治小伤口。刚刚师母说它这个也是可以治伤口，所以都可以相互捣碎，对，一定都要捣碎嘛，好，都是捣碎，然后它的汁液连它的那个渣哈就铺在上面，好，这个是在火炭母草的部分，然后好像我们还有一个，我要补充一个我最近才看到的哈，然后好，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护卫的，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资料里面，因为这是我后面问到的。哦，那个红豆杉呢，它可以固胃哦，然后啊，里面的哈，然后还有我们知道那个我来苦花鱼，你们知道苦花鱼吗？知道哦，很喜欢吃哦，很好吃哦。好，你们知道苦花鱼它可以固胃，不能经常哦。哦，对，不能经常。对，它可以固我们的胃，因为可是如果是肠，我会胃痛。就把肠子拿掉。可是通常他给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耆老说，所以营养价值最高的就是肠胃，他的肠胃啊，因为那个谁，那个胡来华来那个路边，他吃什么？打呼噜，青苔，他吃青苔，对，因为青苔本身它里面就是很有劲油的，好，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特性，让萨拉他们说很不得到就是我们的肠胃的问题哈。好，减肥吗？可以减肥吗？减肥我不知道哎，还有应该是没有吧，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减一下哈。吸油脂哦。好，下一张。牡蛎。啊，这个是伯利华有藤心，阿美族的朋友最爱的藤心啦，是哦，这是最美味的哈。其实我们打样呢，哦，其实没有很专门去拿这个藤心，那是因为他们要编织啊，所以从底下他拉那个藤心就不要丢掉。这个藤心呢拿来煮，他们说要煮什么？煮山肉。一定要煮山肉哦，把辣啦或是什么煮山肉啊，要不然就你清煮也可以的。我大公他很会编织哦，所以他时常会吃这个啊。他说，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很苦很难吃哦，但是你吃下去它会回甘，它会回甘哦，吃下去会回甘。他说那个比较拉木嘛。哦，他说，因为我们打样很会吃的面，有没有？哦，它怎么样拉木那个可以清血，可以什么把我们的血压啊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保健食品啦，保健啦，它其实这些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打样都是老人家留下来的智慧。其实在于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很多中药它这个有效，不见得我吃的有效。每个人的体质接受度都会不一样。我们不要说偏向很多的偏方，我们就拼命吃。那如果说它不适于你的体质，那也是没有用的哈。这保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我们打样是这个是最美味的。这是最美味，而且很难拿。要拿这个它整条都是刺，你一定要拉。而且它这个藤那个跑到那个什么树上面呢，我们那个有时候是2-3个人拉也拉不下来，有的人甚至还要爬树去拿，所以当你拿到藤心，可见这个人很厉害好来，藤心它就是一个清血的作用好。我补充一下前面刚刚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眼疾的那个马公里那个肾诀
他马基罗啊，对，它应该附有那个球嘛，球筋，可以解渴嘛哈。好，还有它还有功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眼屎吗？哦，它的那个虾就是它那个球筋的里面的那个，它可以洗我们的眼睛那个毛像那个部分。好，接上。好，那个马告，我们现在很多什么马告香肠啦，马告咖啡啦，还有什么马告披萨。好，我现在研发马告披萨，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吃呢。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告，这是我带来的。好，等一下你们可以带回去，好，谁要的就带回去。这个马告哦，它可以治那个，这个已经是干的了，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湿的，因为还不是时期的。好，马告啊，你看那个南路北那个酒醉的啦、宿醉的人啊，非常的好。哦，你们的老公如果有宿醉啊哈，这个马告水给他泡一泡，哦，就把它当水来喝。哦，像我的阿公，他每次去山上回来了，他会带马告，啪啪啪啪这样，然后他就放。我们以前的水是可以生饮的，哦，他就弄一个那个很大的碗公放上去，然后里面发着，吼吼吼吼，哇，跟牛一样壮，真的是跟牛一样壮。所以马告是一个非常好，不只是现在是把它当做辛香料。那有人发现说，这个马告就很像是我们的那个舒跑。还有那样的功能，它可以苏醒那个你的那个电解质啊，苏醒你的整个精神或什么。所以为什么宿醉的人喝这个，第二天他一定要给他喝这个。我们那个韩国他们宿醉喝什么，你知道吗？蜂蜜水。我们来源不用，我们就马告就可以了。你要怎么保存？你冷冻。湿的冷冻也可以，我忘记带那个湿的冷冻，我拿到那个干的冷冻，干的那个。你们回去呢？这个加一点在，比如说你们煎鱼、蒸鱼啊，可以加一点这个。鸡汤马告鸡汤，马告阿力阿力也可以好来，等一下你们回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料理，提神让你们的精神都很好。这个是我们台湾以前的那个宿醉就第二天就可以喝这个了。好。我们的那些药用动植物都会放在这个网页上面。那因为那个网页老师可以再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现在还在建制的过程，所以可能有一些资讯还没有非常正确，或者是还有一些图片我们还没有找到的时候，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慢慢把这个网页完善它。那到底这一些要用的植物要怎么融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它要怎么变成一个科学的课程呢？那为什么我们会叫做实验？做实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控制变因、操作变因，还有应变变因。就是我们要看看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改变什么东西，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所以接下来会让各组的老师尝试去实验看看。我们这里会有3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就是如何泡出最好喝的马告水。那这里面控制变因是什么？如果我说我要看到底1颗马告、5颗马告跟10颗马告泡出来的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如果我要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如果我的水量不一样的话，这样是公平吗？水要一样，这样才是公平，这样才能他们1颗、5颗、10颗才能比较。那如果我捣碎的次数不一样的话，这样公平吗？不公平，它捣碎的次数也要一样。所以老师会透过这个方式引导小孩去设计跟规划他的实验。什么因素要控制，什么因素来操作，最后我们要看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看它尝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它闻起来的味道是怎么样。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小孩开始使用一些仪器，比如说酸碱度的检测器，让他们去有这个操作的过程。那待会会请第一组跟第3组会来尝试泡这个马告水。
那第二个实验是，导伤伤口的时候是用导这个5节盲，然后我们一直都以为是要导叶子，今天透过斗玉老师才知道是要导那个心，所以待会就要拿那个斗玉老师的这些的心来捣碎，来试看看。那一样也是有控制变音跟操作变音哦。控制变音是什么？就是它5节盲的筋的数量，还有捣碎的力气要一样哦。不是一个导很厉害，一个是导很轻这样子。那次数，这是操作变音就是次数了，一个导10下，一个导30下，一个导50下。那到底导完之后，它的筋的外观会有不一样吗？最后会操作实验，然后记录分享结果。那这个实验做完之后，会让小孩去制作最适合导的那个5节盲的筋敷在手上来做最后的一个成果这样子。所以实验之后，小孩就开始学习这个过程。好，那待会可能就会请第2组来帮我们做这个实验。好，第3个是喇亚，刚刚有提到它是淤伤的时候用来熏，它就可以治愈淤伤这样子。那这里的控制变音是同一样的喇亚。那操作变音是煮沸的当下，煮沸5分钟，煮沸10分钟，同样也是看叶子水的颜色的变化。那刚刚有齐老有说煮了之后那个水变成红色，所以我们可以看，是不是煮的时候它有什么变化？那酸碱度、水量，因为它是蒸汽嘛，我们要用那个蒸汽来治这个淤伤的过程，所以是小孩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观察，水量的改变是什么，然后来做记录跟分享它的结果。那这个活动呢，待会会请第4组跟第5组来帮我们做这个操作，这样子。好，那现在大家请我等我1分钟，我把材料分下去给大家。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些活动都是给老师点子，就是如果我到时候我要设计课程的话，然后我要融入一些主流的科学探究能力的话，我可以怎么设计我的活动？然后实验通常是老师觉得最难做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来示范让大家做，就是做实验，怎么样做实验设计。然后我们帮忙负责马告的这2组要煮给大家吃我们先做实验，然后最后再泡给大家喝，提神一下就是下午要提神一下。不是太冷就太热。对。两位老师要先离开了吗？你们要先离开是不是？那我们先拍一个团体照好不好？跟你们离开之前，对。要在哪里？还是先大家
坐在原来的位置，然后我们这样子拍过去，这样子好不好？站在我觉得其实效果真的结束了。有点老几下，你要留点给我们，我们要做事。这里有没有啦？我们要动吗？就可以了，不要怕脸大就好。拍瘦一点。耶。这边的同学，敏欣前面的同学要挤进来一点，往里面。等一下哦，还有位置哦。好。还有同学们进来跟他一下哦。拍照。中间还可以哦，矮的要站前面。前面帮我拿点植物来看。对啊，拿在手上好不好？植物。对。可是你要先封草。啊，先封草。我们要笑。这样。好了哈。好，准备好了，3、2、1，耶！好，这个姿势站好不好？好，3、2、1，好。还要这个姿势吗？确定有拍好吗？因为有时候会是补的。看一下哦。我有拍好。然后你每个人联络单位他会表教。然后我看播放那个呢，就是说，哪有2根？我没有什么高，2根就像很小的1根，就是2根，力度呢？在功效会不会？可以，我们去前面。要运动看哪边去？这个人家讲的是就跟结束，我用几个？2根嘛，全部第2根，它导3种力量，导次数有3种，好像的，有办法告诉我不要再跟我的学生让我对，就是要我们要拿几个2根，但是要开发的。一样的，它就是我们要主动上也要量也要一样的，它的控制变音水还要有功力。有吗？感觉吗？我这个有感觉。一样的，刚开往下，太多，所以在哪一站？
左手右会把它打。对啊，真的，男孩子比较。对，每一次我们都拿2分，对，因为50的，在那里，14的可以在那边啦。像你来演我哦，但是你要请天好就在上面。本校在。要力量，要力量，不能磨，手撕的嘛，然后一次的就圈5个，10颗下的就圈10个，哇，我们会这样哇，然后我们没有彩色笔，那就不会是我们老师去做，闻起来，对啊，然后画头像，小孩子，那个他这边的，然后2个力量。还没有打，孩子的角色有这个也是在写的，这个之一都没出来。有点像
对，他这里先做这个是个西，我们就是大家要跑，都要互动。我们想象真的有比较，对，我们会有，我们是来新的这个这个好玩的，他们小吃上面有很多那个嫩芽很好吃，只知道说像现在像监狱真的，他们讲真的啊，他这个样子也就是。那这个呢？肚子饿被拿来吃。我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些老师也很难去说这个不会啊，真正有啊，我们切的只是要在小的有上，马上那边呢，快点手稿马上去开始。有没有？虫咬是哪一个？虫咬是哪一个？蜜蜂林的不活跃，不活跃了，跟蛮不一样的。这个吃完了，小朋友的冰淇淋，我也知道，他们都是就是人家想知道。谢谢。两边的那些照片是对啊，而且两边要去同学修整的，你们算什么？帮上线的。小朋友是穿有一个衣服的吗？这是另外一场，一个人一场，每个人都太伤悲了，很晚了。跟他的这个有关系，那也没有办法，我在手里面一样的，还是对，最新的是因为你是要
好像有蛮多组别都已经做完实验了，对不对？已经做完的请举手一下。你的实验已经做完了。好，就2组嘛，然后后面3组还正在进行。马告的这组应该也已经 OK 了吧？你们再那个2组，好。那只剩下那个蘑菇硝要蒸汽的实验标准，那10分钟。好，那大家请回你的位置，请回你的位置。然后那个蘑菇硝的还在继续蒸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分享了哈。那我们先请这个芒草心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那个实验的结果。啊，也要示范怎么包扎哦。好。已经有个门布吗？没有。李欣这一组要有布要做包扎，有准备吗？用这个墨口蘑菇香，他说好，那我们让马告这先好了，马告这边好像比较准备好了。已经要到这个的时候，已经有点久了，对了。我这边会有地啊，这个会有大小。好，那我们这里是马告选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就是那个控制冰，就是马告每一颗只烧一下就放到水里面，1颗5颗10颗，那水温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先第一个就是闻味道，就是泡下去水里面之后它的味道。可是这个小朋友去闻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去闻，可是就会有就是有些人会觉得1颗的比较好，然后有些人是觉得10颗的比较好，所以这还是我觉得这个人的应该说个人的观点是占部分的原因这样，所以我们会觉得是好像10颗比较好，可是刚刚就是有人觉得1颗比较好，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只能让孩子去闻，可能去票选哪一个闻起来是最香的，就是让孩子去做这样的分辨这样，然后再来是我解释一下哈，就是你们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因素的关系会造成实验不是你预期的那个结果哈，那
你可能是可以跟小朋友，像我们有时候是多组，他们会讨论他们的结果，然后我们会去采多数人他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当成是一个结果哈。所以如果只有少数人他觉得是那个样子，那可能我们就会取多数人他的那个结论当成是我们这组的我们这次的实验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你在实验过程当中，因为你没有控制某一些因素哈，然后造成实验的结果不是你预期的那个方向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小朋友讨论，我们刚刚可能哪个东西没有控制好啊？可能这一杯的温度比较高，然后这杯的温度比较低之类的，所以造成某一个它可能数量很少，但是它因为温度高，所以它闻起来就特别的浓哈。所以有可能是在实验上面有误差造成，那我们是再做一次实验这样子哈。那因为其实怎么样泡出好喝的马告水，其实后面我们也会想到说，如果大家的选出来的最好喝的可能是10颗好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喝？其实可以加不一样的东西进去，这样就是可能会有柠檬啊，或是薄荷，或是气泡类的东西，就是3个让小孩去做一个票选，然后哪一种让你觉得喝下去是最舒服的，最消暑的，或是最好喝的这样。对，那大家我们酸碱度有变化吗？我们因为刚刚是你对那个仪器没有，对啊。那会请同样那个马告的分享，他们的实验有点不一样。好像在时间上面有做控制，时间啊，多一个控制。等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其实都一样，只有一个，还有多了一个控制的，就是我们放下去的时间是2分钟，每一杯都是2分钟之后，我们才一起去品尝它。然后我们这组有做那个酸碱度的嘛，然后只是刚刚可能我们在做完有跟那个怡安分享说，我们做出来这个数据是要怎么去跟孩子去讲这个，因为原乡地区的孩子，其实你刚才讲酸碱度，我们也很难解释，酸碱度的意思是，对，那酸酸的又有很酸跟没有很酸，所以这个部分又变另外一个实验了，所以这个数字对我们去呈现，跟我们去怎么跟孩子讲，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对，有变化啊，对，只是我们要讲说为什么。4.77，然后4.43，然后3.49，很明显。对，数字越大比较酸，还是数字越大？越小酸。然后我们这一组刚刚有喝的都是就觉得当然是马告10颗的，就是喝起来比较浓。对，没有什么好不好喝，因为每个人好不好喝都会不一样嘛，只是有味道比较浓，有的比较喜欢淡的跟浓的这样的差异，这样子。然后我回答一下那个慧玉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些科学实验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像我们要去用这个酸碱度，我们一定要去跟孩子解释这个工具它是在做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跟他解释。酸碱度这件事情，然后会举一些实际上面的例子啊，比如说水，它就是中性的，它就是7，然后可能像那个柠檬水，它虽然喝起来很酸，但是它其实是碱性的，它的数值就会怎样？我们大概只会简单的跟小朋友说一些，然后跟他的生活他接触到的东西去做一些对应，让他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去看这个马告的这个。物质是不是它越多，它的那个酸碱度就会改变了，因为它是会改变那个水的酸碱度嘛，它是水冰嘛，它现在加入马告了，它就会改变那个水的酸碱度嘛，所以主要是做这样子的探究。但是你要不要跟他说酸比较好还是碱比较好？其实可能已经不用去做这件事情，他只是去了解这个物质的现象而已。那这一组换腾星，我先吗？觉得是先吗？可以吗？然后我们用5节盲的实验的话，是用捣碎的次数，那我们分别是10次、30次跟50次。那我们因为其实它的心的那个粗度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些可能30次的捣完以后，看起来好像还跟50次的好像差不多，看起来没有差别，但是10次的很明显就是它还是完整的心。那我们的讨论结果是应该
是导的越烂，它的汁液有流出来越好。然后也要看我们的伤口啦，所以我们就一致的认为是到50次，让它的那个汁液还有纤维这样烂烂的，再敷到伤口，应该是包扎效果应该是最好，止血效果是最好的。好，那你要示范一下吗？然后把它对的，手上有一个伤口，然后我们就把50次找烂烂的，有汁的，这样卷一卷，然后50次哦。要剪得烂烂的，然后有出汁，然后那个有点酸酸的，有点嘴巴酸，是嘴巴酸。然后就把它放到伤口上，好，来记住哦。以前打验没有这样的了，他们是这样，不用我来。打验如果是真的话，就是这样，不用布，这个上去就好，太干净了啦。然后以前那中间一定要这样子。哎，我们没有那个3M，这样，以前我的牙花牙不是这样。最后面要把它剪开来，把它编成中间剪成2段，然后就可以把它绑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剪刀，你跟我们拍照一下，给我们拍照。就用那个摆开一下，牙齿。要看状况很好。如果是好撕的话，就中间这样撕一下，撕开。对不对？如果是真的没办法，那个布的话，就用那个镰刀嘛，好，镰刀，就镰刀，生锈，可以吗？好，谢谢。然后我说明一下，就是刚刚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边做就会知道哈，就是因为像我们去设计这个实验，都是已经有先操作过，然后发现什么样的结果才是会比较明显的，我们就会去设计这个就几次。但因为他那时候试的时候是拿叶子试，所以他会觉得是30次跟50次才会有差异，因为叶子的那个茎很粗嘛。但是有可能在变成这个芯之后，它的30次跟50次其实效果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其实应该不是你们的结果做错，而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到时候就不用如果你后面再去设计自己的活动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就是导到50次，可能就是10或是10次20，对，就是它就可以看出它的那个差异，然后我刚刚说他们有点偷懒哦，就是其实是要让小朋友去观察那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让他画出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他们要训练自己那个观察很细微、很细节的那个东西，它是长什么样子，要把它画出来。好 ，OK， 那就剩下2种那个蒙古虾。前面这个马告组有办法帮大家就是泡一杯好喝的马告水给大家喝一下吗？我们有帮大家准备那个杯子。我们这一组煮的是那个蘑菇虾，那我们刚开始煮的时候，就是从它沸点开始，我们观察那个水的颜色是不是淡淡的、微微的绿色。然后，但是我们在煮了5分钟之后，我们发现它有那个本身它的叶子是很绿的叶子，你们可以看一下在前面。可是当它在煮出来的是在5分钟之后，它有点微微的微黄出来了。那我们在就是在0分钟沸点的时候，它的酸碱度是7，就是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常用水的沸点是那个酸碱度是7是一样的。可是在5分钟的时候，它的酸碱度约在2.49了。那可是它的水质是很明显的，就有一些微微的下降。然后之后的话，在10分钟的时候，它的水就是绿色跟黄色，就待会可以近看，就是它已经黄色的颜色已经有慢慢的出来了。然后它的水质就是很明显的下降，但可以用这个锅子可以看得出来，在锅子的边缘它会有个黑黑的感觉，像是那个本身植物的它本身的一个杂质嘛，或是氧化都有可能。然后它的那个酸碱度就是约在3左右的，对，它变酸了。好，所以它的水度是蛮明显的下降。那如果说带着孩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做法的话，我会是使用可能用量杯。那如果没有量杯，就是用他们比较常接触的，可能用纸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去
去倒几杯水进去煮沸，就是比较科学式的方式，然后去带着孩子们去做，然后去观察。然后这个锅子可能就会用透明的，像有些那种比较透明的锅子，它可以直接不像每个都要近距离的接触，它可以在远远的它就可以看到，因为这毕竟煮沸时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就是远远就可以看到了。然后那再等它凉了之后，它远远就看到颜色的变化了。那我们事后再去做一个水量的一个测量的时候，就是可以再把它再倒回那个纸杯里面，去让孩子们看说，那我们原本是2杯，假设2杯的水，那我们在煮完之后，那我们可能会有2个锅子，一个是煮沸5分钟的，一个是10分钟的。那5分钟的就可以看说，它可以有个比对值。然后他可以去看5分钟的水是多少，然后10分钟的水是多少，然后让孩子们也可以从这当中去做一个比对啊，就是比较科学式，就是比较就是真正符合实地的一个科学实验精神这样子。对，这个测量一个比对啊，而不是说我们单单的只是，但是酸碱度对孩子来讲可能就是比较难，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放到酸碱度的话，我是觉得可以比较放在大班下学期的孩子，因为他们即将要跨一个阶段，他们要进入了所谓的小学，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进到小学会有更多这种实验课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可以的，可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点子都是让老师你去激发你的想法啊，然后你可以再去做调整啊。那本来我们也是想要找那个透明的锅子，经费有限了。烧杯可以直接滚，直接可以用用纸火吧？可以放在电磁炉上面吗？用酒精灯哦，好，那烧10分钟可能不知道烧多少酒精。好的，对，大家都可以再自己去准备哦，因为我好 OK 好，那剩下这一组也分享一下。实验结果跟那个这4组第4组其实差不多做出来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叶子我们是从滚开始算啊，所以最一开始我们也是有水的酸碱度就是7点，我忘记多少，对，然后后来就是第一次煮下去它最酸，然后慢慢的从2.3到2.7到3.1，慢慢提升，对，慢慢的提升。它一开始煮的时候，水还没有开始煮的时候是水的酸碱值，然后呢，煮5分钟的时候是2.3，对，然后后来10分钟的时候就慢慢提升，对，慢慢的提升了。然后水量我们用哪一支？这一支去记录它，然后它的水量就是慢慢下降。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跟水本身煮了之后会蒸发是有关系的，可能不会影响结果。然后叶子水的颜色也是从一开始最浅到后来最深，最深的时候已经接近那个吃完 B 群的尿尿的颜色。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道理，因为后面的水它其实水量比较少，然后它的物质又煮的比较久，对，所以它的浓度会更高嘛，对，它有一点点没有控制到啦，对。但是你们的结果跟那一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越来越酸，但是你们是从最酸然后往那个比较浅的地方，对，这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对，所以。我们中间中转掉掉，我们两个上面有什么关系吗？温度，它就温度啊，那我们不高的，它没有办法再去喝啊。所以它们比较越长，它们就会比较越准确吗？你的意思他们会比较准确吗？可是我们是从滚开始技术表抽冰。对，所以我们所有的记录的数值都是从滚开始。对，他们也是啊，他们也是从滚开始记录的，只是说，所以这就是实验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答案，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再做一次实验吧，然后就是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就是越来越酸，一个就是会越来越碱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再做实验，其实没有正确答案。然后有时候呢，
我会产生的这个疑问，我会去问专家，就是可能一些化学的专家，然后问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我也会好奇，就是为什么会越来越深，或是越来越浅，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后是我们额外的发现，是从5分钟开始就开始冒那种白色浮沫，很像我们煮火锅那个煮肉出来的泡，就是白色泡泡。有可能我们在推测有可能是蛋白质、植物蛋白或者是鸡蛋白，所以这个部分好像是幼儿比较直觉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可能比起酸碱，他们去观察那些浮沫越来越多，然后进而去探究说这些浮沫对他们那个跌打损伤的这一块是不是有影响。对，这个东西，然后对，大概就这样。刚刚另外好像也有浮什么黑色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这边有浮有白色的东西，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就是它可以产生什么物质？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从那个祈祷的故事里面也有听到，不知道是煮哪一个东西，然后它最后也会有浮白色或者黑色的东西，然后他们觉得那是什么？好像说是蛀虫，他们觉得是蛀虫。就是他牙痛，他用透明污也是用什么方式，然后又张开嘴巴去蒸那个牙痛的位置。那他说到后面就会有白色点点跟黑色点点。他说那个是蛀牙虫，但是那个是因为其实蛀牙不是因为蛀牙虫的关系嘛，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有酸性的物质去破坏那个珐琅质嘛，所以但是他们会就是像那个淤血那个一样，就是我的那个药草变成红色的，是因为那个血跑到那个，他们就会这样子有点穿凿附会啦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故事，它就是有趣嘛，就是我们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有添加一些这些像调味料，会让小孩子觉得很有趣。原来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古时候的以前的那个老人家，他们是这样去理解他们的这个生活跟他们的怎么治疗这个疾病这样。好，那这边的也泡好了，是不是？保证是不会拉肚子。那有拉肚子，我们也有东西可以马上治啊，也有药马上可以治。我们还有护理师也在。西药跟太阳的药都有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就进行了最后一个活动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点赶我们就看我们可以有多少的成品出来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今天所学到的一些活动的概念然后其实后来还有要让大家玩一些游戏，是用游戏的方式去再让小朋友复习这些要用的动植物那大家也可以参考把这些活动设计进去你们的活动主题网里头所以大家在一边喝着马告水可以提神的同时跟你的小组一起讨论，我们来发展一个活动的主题的活动网然后我这边有几个活动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参考。当你觉得好，谢谢你。当你觉得还是这是要把那个老师弄到拉肚子，马上就是结束了工作坊。没有，谢谢。如果你觉得就是不知道要有什么活动进去你的这个主题活动网里头这边有一些可以给你参考的，比如说你可以加入绘本然后或者是说可以让角色扮演就是扮演那个一个受伤的情境，那个老人家他受伤，他小时候他受伤的一个情境，我们来做扮演然后我们找到那个植物然后来做治疗类似这样子的角色扮演可以放进去你的活动里头然后戏剧也跟刚刚角色扮演是很相似的就是做这个戏剧角色扮演去更了解这个动植物然后可以设计游戏刚刚有一些例子给你们看就是我怎么样通过游戏涂卡拼图的这些方式，让小朋友再更加深记忆，或者是对这个植物的外观，他会更加的认识然后专家入园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请耆老你们社区里面的耆老，然后进到你们的幼儿园里头来跟大家讲故事然后户外教学这个很重要我是说你们在进行这个课程的时候，就尽量去找你们社区里面可以看得到的这些动植物就是带小朋友去寻宝就是看我社区里头有什么样的动植物所以是做户外教学。那如果你的社区里头没有这些动植物那你可能可以安排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就带小朋友出去户外踏查那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让小朋友去查书找网络的资料，这个你可以想
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实验啊、观察哈，就是刚刚我让大家练习的，你也都可以设计进去你的活动里头哈。然后看影片啊，然后有这个儿歌的专长的哈，会编歌的、编念谣的，你都可以把它编进去你的课程里头哈。然后律动啊，就带小朋友去唱唱跳跳哈，这都 OK。然后制作物品哈，我们可能可以做出什么哈，这个你要发挥一下想象力哈。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高空活动，把你的主题活动，把这个主题的探究哈给结合起来，然后呈现你的成果哈。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放进去你的课程里头哈。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你的题目要叫什么？你主要的这个探究的题目要叫什么哈？那可以很简单，我是太阳要用动植物，就是我的主题啊。那你可能去想一下你的一些主要的概念，你想要探究什么？那我自己比较偷懒的，我可能会想说，我是用不同的情境去探究，就是说，如果我感冒哈，我一个主题是我感冒我要怎么办啊？或者是说我去我受伤了我要怎么办？那我可能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分类，但我觉得这个太偷懒，你们要不要更有创意一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概念可以变成你们的主题网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也许巫医也会是一个概念可以放进来啊，就是动植物它怎么进行它的植物的外观，它可能是一个主题，那一个概念哈，然后巫医的治疗哈，它可能是一个概念，然后治病的怎么样？为什么会生病啊？它可能是一个概念，有很多啦。看大家在构思的时候，先不要画进去那个海报哈，海报是等一下你要呈现给大家，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票选哈。那你可能在打草稿的时候，先用那个纸哈，先打一下草稿，然后大家可以涂改啊哈，可以脑力激荡这样子。是小巫，没有巫医，还有我是小医生。太阳小医生是吧？我是受伤形象，他就是还不要。想要做什么？我刚刚他们说我会交税啊，我会交税。认识植物，植物归在也有医疗，就是刚好看到对这样吧，就是你那个就是刚好这样，那个朋友的一个3天要录40好，新的如果一个要医生要让他对。一切依我嘛，要，那我就一切依我，然后小心，森林树，这个用动词的森林，一定要用森林小药丸，还是小药丸？森林。森林药草如果是这个是药也都有药用对，有啊，森林肉啊，刚刚有森林，然后那个森林要动大，
神农，咱也没有神农，咱这个是因为回收是真的是没有被政府认证的，没有无照医生，然后其实他的目的不是学习，他为了先写字卡，那我们主要概念然后是什么？这些是什么？整个去发展主要概念。概念是教学就是概念，简易出来去跟概念去找，简易要维持表。可以做紧急的那个什么是跟着本的意思啊？森林的受伤的怎么办？长会教条，一个是我们的意思，是山林的季节，山林的小小，山林的小小，还没有现在有山林要每一个什么？来，各位同学，就是我们这边有些资料可以参考，就是可以放进你的那个主题活动里头啊，就是要用动植物，然后泛灵信仰，就是巫师巫医的部分哈。然后有关婚育的，我们也有整理一些资料，就是跟怀孕啊，或者是怎么样补充这个孕妇的营养啊哈。然后就是坐月子啊、节生啊这些婚育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些大规模的传染病哦，这个有，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放进去你们的课程啊，像麻疹啊、霍乱啊这种，就是会致死很多人的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哈。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现代的太阳医师的故事，他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太阳医师哈，你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介绍，因为通常就是介绍这样子的人物，也可以让小朋友知道，哎，我以后也可以去当医生哈，因为也有这样子太阳型的医生。生病了，受伤的，受伤，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治疗？将来这个讲完了，生病了。生病了，对，像写那个禁止学习当然就没有呀，有什么这个山林的药法，是会有那种山林的药法，生病了。还有那个洋洋呀，给的那个秘密，主要的概念是秘密，所以它的成分，对，可能会有什么受伤，这些也是，就是那个主要概念就是要就是安全活动，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高山白兔小的白动物也是来，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时间哦，我们会讨论到那个9哈，就是45分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就各组来做一个分享。那可能你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没有关系哈，也就是可能针对其中的2个，起码有2个概念你是有比较详细的活动哈，所以大家就是看在这个10分钟内哈，你还可以有哪一些概念长出来哈，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来呈现，然后票选哈。了解对，身上的药可以获益简单的一个就是重灾的，在舞台上，对，所以他是先了解他的受了。就是他可能要先用来跳，但是还有就可以看他的有一些他的已经变成户外教学，认识哪些动物跟是会疗效的认识主要，第二个呢，要主动，就是好像之后使用的有新的草药，这个要是草药的部分，我们是先然后再去做会比来影片的影片，还有一个专家的比赛。但是像这个对，有时候你要看这个为何要医生的来源吗？好像是半介绍，就是很多对常见的，然后这个然后分享也聊到他那个套那个，做心电图可以，还有我没有嘛，他可以做3个要做3个，他们那个公布是说对，他是最后嘛，对，看了要求有效吗？有效吗？就说有效吗？对，有效，有效吗？我们一起写啦。然后每个月针对几个病来，
拉有效吗？做效的对，讲有效吗？有效吗？有效就要有结果。还有保证实验本来就要有结果，有它的结果，这个就有外差。实验，把这里先来就把这个动作我好了，我可以了，我好了，我可以治了，我可以治了。我们还有稻草人，对，所以来去找吃的，长光可以了，太阳就是用什么？还没有，是有一个还是正式有一个商场我感觉经常实验的有，就很多那个感冒常常有，感冒常常去生姜，对，就是正式，然后顺便就不要把生姜怎么样？喝了会不会怕？应该是说是一开始实验。说我们还正常，真的嘛？你要哦，生姜是拿到就是它也是像那个怪喵一样，它像怪喵它比较让大家啊，让你说清楚，就这样。这个叫什么蕨？这个蕨，另外一种那种是肾蕨，肾蕨。
里面会有一个山顶的也有超市，这个叫什么？大叶凤尾茶，大叶凤尾茶给山顶的，我们喜欢买这种，我们有大叶的呀，大叶凤尾茶。我们也叫比例很多种，然后大叶就是会叫大叶，只有我们有，那个可以吃，对，就用这个大叶凤尾茶，这个怎么书写？不用书写，它就直接煮啊，煮来喝，肚子有没有感受到舒服？大叶凤尾茶要炒的，因为我们会还有这个可能用那个比较干，他说往上拉炒要炒，可能是他的时候往上拉嘛，减肥效用。那么人家讲东西啊，我发现还是这样，功效。然后对，概念，透明的，好像大家然后是有时候那个大刷是怎样修清道的，因为你重认识所有的三张主要改革，真的是我们这个啊，那这你这是要的，我是有色盲，我比较相信。只是现在是他长得像我们平时的长相，还是这个还是一起的，这上一起。哦，那可以再请他来吃。但是你的相信来了，这边要讲什么？珍惜也是一个老人家讲他们是这个要采集，包含在里面。对，就是说这只想要做实验，对，就是让他们玩这个实验。可是观察就是在这边，这个就是又炒对，而且他每个字，他们也有些植物组织有。同学们，那个好，没有关系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只是在尝试哈，所以你们先把你们已经发展出来。刚刚可能有些人让我问了问题之后，就大家更混乱了，没关系啊，这个就是脑力激荡的过程，没有关系。所以你等一下看到别人的一些想法，你可能又会激发你哦，原来我可能可以再长出这个其他的概念出来哈。好，那现在大家就先把你自己的东西哈，就是先画在海报上面。不管有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尝试哈，不用害怕。所有的课程一开始都是这么混乱的哈。这次很好看。热钱。你的选项是好的。鱼哦。那可以吗？然后我受伤是嘛？
或是把它创造一个我们有整理一些，但还想说是让老师看，所以我们就还没有开始整理。我觉得可以先收拾，因为像我有讨论看见的那个现场是可以先知道，老师开始都在说，所以这时候要准备。我会去找他们，说可以接下来山上的要部落专属的。因为我看过之前部落专家，我觉得是要部落才要泰雅族最大的部落创业或者是要珍惜，你怎么样去珍惜？要不要这个山林智慧跟实际上面呢？我们会过多的就是对私人来讲，或者是哪样？他对我们的文化又相对就是传统需要的保存跟传承，是国民他但是有了解，没有那怎么样传统去？你不只像老师他这样，主要是绝对不能全部采完，因为只能加入，这是我们的传统，而且有些菜园的话，各部落的。那别人跟那些商家讲，我们是基本上就是传统的太阳族的传统讲，还有他们还有那个从那个边的那个让他们要越全啊，抓着对方啊，如果下一次是抓大棒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是可能对我们要传永续。文化的要放手留下来，我们要叫那个嘛，还有整个小时，因为他采集之后，他自己画时间嘛，还有那个怎么跟孩子一起创作那个历程的，对了，历程节课对的，我们就做这个文化实验室的。刚刚我们香实业，我们香的是树脂的，共为厂，对，我们一开始就要开始做了，继续就做。就像刚刚怎么样做到最好，太阳是要指向天空的话，然后这个最后要把它下面可以啊，这个有可以创作，没有游戏，
游戏、声音带、戏剧。最大化用、最好的使用，你们想去看到东西的，对呀，可能是马到冬天，然后。重点是我们讲这个就很相关的安全啊，这个戏剧里面就带入安全的概念啊，安全的。大家讨论太激烈了，最后1分钟哦，1分钟看你有什么就呈现了嘛。不会去实验室，学校科技吗？我要吗？了解，同学，分享没关系，我马上帮你练。我要想要鱼汤，冬天还来蒸水汤，很像煮出好吃的形式。对啊，我们现在不行是豆浆的，他们都在来，最后10秒了哈，还有3组，10。哎，你们这个也要快放出去了。10、9、8、7、6、5、4、3、2、1。好，来，大家可以那个时间到了哈。哎，我们其他的往后面贴好了。别位置喽，如果有他点放后面。来，有没有人？我们给一组3分钟简报一下哈，帮我怕时间。对，2分钟哈，解释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进行投票哈。然后等一下投票的时候，你不能投你自己那一组哈，你只能投别人的哦。大家就是荣誉制哈，大家只能投别人的。好，来。好了，我是速战速决，我是第一组先出来。那快速解释这样。那因为我们其实想了很久，然后刚第一个被打枪，算了，我还是就用最原始的，就是答案的要用那个动植物这样。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要让孩子认识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学习单，让孩子去去访问他家中的老人家，或是看他父母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做分享，或是这时候也可以邀请家长进来，如果愿意进来，我们就是用透过学习单的方式让家长去来分享这一块可能跟药用有关的一些植物，他们会在什么时间会做什么事情，所以设计一个学习单。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每个部落会有的植物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实际去做一个部落踏查，就是看看是不是我们部落里面会有哪些植物，然后我们可以采集回来，然后来去做一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功能上的分类，对，所以让孩子去这个植物然后再从它的植物的外观，然后它的功能，然后去做一个分类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请
耆老进来分享啊，可能他们以前的一些经验，然后让我们孩子是透过这样的经验是可以学习到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学习这样。然后再来是一个药用实验室，那我们的实验室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像马告或是那个，他们其实都是有季节性的。那是不是马告这种东西，其实好像也是有点消暑的功能？我记得是在可能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放马告柠檬水啊，或是什么的，让孩子去实验什么样的植物在泡茶之后，泡下去之后是有消暑的功能。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分季节性去做一个植物的药膳的一个活动这样，然后让孩子去体验不同季节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植物，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那他喝下去的感觉，那要怎么样煮会更好喝？对，那我们只是写个大概啦。对，那还有如何保存药材？对啊，因为我们采集下来，我们要如何保存？可以保存到1年、2年，有些是不是它有没有时效性？对啊，那是不是采集下来，然后如何去做一个保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课程的一个方向吧。对，然后再来就是打雁就是文化的传承。那可以用戏剧的演，其实主要就是还是我们要感谢山林给我们这么样的这么丰富的一个智慧跟资源。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祖先啊流传下来一些智慧，然后其实我们老师可以想一些戏剧的部分。就是把可能耆老讲的一些故事，透过戏剧的方式，让呈现给孩子，或者孩子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然后让他们能够把这样的知识可以留存下来，这样，然后甚至如何讨论如何传承这样的文化，这样，然后它的永续环境就是我们除了采集之外，我们当然还是要有一个保存。对，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珍惜，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能只有采集，对啊，采集之后，那其实没有所谓的富裕，没有我们没有去爱惜我们所有现有的资源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用尽的一天。所以我们要该告诉孩子，我们要如何去采集，我们是要采大的、小的，还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分辨，然后去采集，而不是所有都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然后去创作，然后接下来就是做一个课程的一个活动高中，就是可以有一些主题歌谣啊，在过程中跟他们一起有一些创作跟主题歌谣。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谢谢。来，下一组，好的，然后我们是第2组，那我们的主要主题名称是太阳小医生，然后我们分成4个概念。那我们从第一个概念的话，就是故事的部分，就是可能小朋友他们都会常常在学校的学习区，或是会跟老师表达说，他生病了，然后怎么了。那我们就会透过故事去说，您生病了应该要怎么办，然后甚至到后面我们可能会利用一些亲子的学习单回去让他们收集一些他们的家长就是生病了，就是可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前如果有碰到一些事情，那他们是用什么的方法去处理，或是说像我们介绍的就是用一些药用的植物去处理他们生病的部分。然后再到可能角色扮演的话，就是也是一个情境的布置。然后我们就会到第2个山上的药。那我们主要是划分在部落中常见的，就是小朋友他们都看得到的。然后我们会先去认识草药，那我们可能会就是让专家进来去做介绍的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到后面进到部落去踏查。去找找看部落这些药在哪里。那如果你真的生病了或者受伤了，你要去哪里找到这些的药？然后会到第3个就是草药的功效，这部分我们就会带到做实验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会做五节麻、马告跟大叶凤尾草的部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是先划分可能会做这些部落中比较常见的草药去做实验这样子。然后到的第4个后面就是准备进入高峰活动，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歌谣的部分去创作，然后让小朋友可能把他们这些收集到的资讯创作进他们歌谣，那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然后后面我们就可能用戏剧的方式做最后的呈现。那可能到最后我们也会想带到是
都会受伤到用到草药，但我们比较希望是小朋友应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以及这些药草的用药安全，就是保护自己，然后有安全的部分。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因为时间有什么就分享的。好，来下一组。大家有开始看到，就是每一组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跟相同的地方哈。是我们用这块方式，就是受伤2个字是最清楚的，然后我们就分了2个，就是割伤跟烫伤的部分。那在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受伤了怎么办？我们是用戏剧的方式去演给小孩子看，就是老师一个情境剧的部分。然后第2个就是草药的妙用，那就是我们就是今天上到的一些课程，然后带入活动去让孩子知道这些草药可以做什么用处，然后再就保护我自己，就是用套圈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在地上画9宫格，或是让孩子就是哪一些方式可以保护我到我自己，就自己套圈圈这样子，对，然后再就是这个就是绘本，我们从绘本里去告诉孩子这样会受伤那一本故事书，你们老师可以去查查看，你们都可以看到那本书，然后再就实验好玩，就是从我们今天就是上课的那些药材，然后去做实验这样子，然后我们会请专家，就是厨房阿姨，因为他们常常有时候煮东西会烫伤，所以我们会请专家来告诉他们，然后再就是火的安全使用方式，也是进行一个游戏这样子。对，谢谢。那我们今天有唱歌讲到对，有增加的，对，哦好。他们是延伸，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提到烫伤的那个植物哈。来下一组。山林医生，好，第一个就是认识，带他们去走部落，就是看山上有哪些植物，然后我自己就会带另外一个族语老师跟我一起上去，因为他们就会看到这个是什么，直接教答案的话嘛，像小朋友就会有经验，就山上的环境是什么比较直接。然后第一个就是部落踏查，第2个部分就是去把我们踏查看到的就采集一些回来，因为去过看过回来一定忘记就做一个小游戏，神秘箱摸到才有奖征答的意思，要连续。第3个就是林间小侦探，就是后面的游戏，就跟你可以猜一猜、摸一摸，或者是请小朋友说出它的形状，然后其他的人来辨别。就每个植物有不一样的特征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在这个部分就会请专家，就是请耆老来讲他们以前受伤的小故事啊，就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跌倒的时候啊，要受伤淤血的时候可以用哪些草药，然后帮小朋友去认识山林的植物。那第2个部分就是五感大冒险，也就是实验的部分。那我们的植物可以吃的，也可以药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毒的不能用的嘛。那神农尝百草的部分就是哪些是可以吃的，像瓦西一定就可以吃嘛，它也是有药用都可以。然后马告也是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他们去试试看，就是用他的五感去体验、去闻、去尝。然后遇见你和我是什么？对，姑婆芋，当然不会让他体验痒，对，但是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用耆老可能带去山上啊，或者说下雨了可以拿来当就是生活的常识的部分。好，第3个神奇的葛蔓什么？草，因为这些植物对小朋友来说都是草，然后这也是让他们去看看有些草什么，有的是用捣的，有的是用煮的。有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咬一咬拿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它是万能的葛蔓然后接下来就是防御的部分。好，我是健康宝宝。那除了吃的之外，那小朋友自己也要身体健康，就是运动啊、睡觉的部分。这个部分。然后第2个是魔法咒语，就是利用我们在去尝五官的部分，可以吃到苦苦的、甜甜的，或是它的有毒的怎么样的。把它弄成一个像歌谣，然后变成一个咒语，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像防御比较就是普通会跟马告嘛，就是龙辉马告最棒，类似这样最后的几个，就是一个歌谣的完整，就是唱谣的部分。好，最后一个草药小书也可以，因为其实透过这样不断的重复，
你看过了，可能前面就忘记了，可能在部落踏查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多拍一点照片，然后再制作可能最简单就是照片的对应的小书，或者是图像的小书，然后当然可以最重要就是加上我们的主语，对，然后才能让它串起来是3名11声，谢谢。好，我直接讲，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话，我们这一组的主题叫做蚊虫咬了怎么办？因为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的人口，我们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的学生，但是其实就是还是大部分是比较是平地的孩子，然后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是以文化融入的方式来就是进行。那我们的设计的话，我们总共分为4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概念命名其实只是为了一致性，但它其实有一个私下的意思，可能让我们赶快一起解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会用什么是手的方式来开始我们的主题。那这部分的话，因为我觉得蚊虫咬这件事就是很日常会发生，因为我们那边虽然不在山上，但也蛮靠近山的，所以蚊虫很多，所以孩子天天都会被咬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观，所以他们可以分享，就是被咬之后走起来，它可能可以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摸起来是怎么样的，摸起来是凸凸的，然后或者是看起来是红红的，或摸起来是热热的之类的。所以我们会用就是无感的方式去观察跟摸，去看什么，感觉什么是肿这件事情。那接下来进到第2个概念的话，我们就是开始探讨为什么会肿。那这主要的话就是在讲发炎反应的部分，就这部分就是跟细菌有关。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就是以绘本分享，然后还有细菌展演的方式去让他们了解说，就是肿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可能只单看影片或之类，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太专业。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以比较童趣的方式来表现，然后最后再以可能比较动画的方式来让他们看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发炎的反应。那接下来进到第3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叫做预防肿。那当然就是也有别人就是有提出了疑问，就是到底是预防肿呢，还是预防被咬？其实是预防被咬，那只是我们只是为了命名看起来比较理智性，所以才说是预防肿。那接下来这部分的话，我们因为当时也没有很多，所以我是以各项实验这件事情写来概括。那预防肿这件事，它可能就是会跟一些可能你的穿着啊，可能跟温度啊、环境啊、湿度啊，或者是你可能当然有打哈欠这件事情有关，或者也跟防蚊疫啊。药用植物那些是相关的。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想到就可以做很多更相关的实验，比如说可能同样的一边有水一边没水，我是不是可以去测说哪边可能蚊虫比较多，或是可能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话，可能就是哪边蚊虫会比较多。这件事情是可以去被实验去被观察，就不管是我觉得什么年纪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在这件实验获得很多的乐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发展实验的部分。那接下来到最后一个概念的话，就是走起来怎么办？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是想要带到是我们有提到的药用植物的部分。那我们虽然知道有这些植物，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用，那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就是邀请专家入园，可能是耆老，或者是可能是护理师，就是有不同的方式，不一样的专家进来，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告诉就是在走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应对。那再来就是也可以扮演游戏的方式来，就是让他慢慢看。去实际去看看他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有学到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那以上是我们的分享。好，来最后一个环节，请大家请先拿你们桌上的小绿点点，一个人1票哈，然后你贴在你觉得你收获比较多的这个教案上面，然后不要贴自己的组别哈，都是贴别人的，自己当然是最好，然后都是选一个你觉得是比较好的主题晚上。真的是可以讲好，可以拉票，可以拉票啦，可以拉票。错呗，说很好的哪里？好，那
那大家都投完票了哈，我们看一下，应该是那个慧宇老师今天第3组哈，是最多票，1、2、3、4、5、6、7、8、9、10个人觉得这一个是蛮好的哈，然后是一个会是下面的这个蚊虫肿的怎么样哈？1、2、3、4、6个然后其他的。就是也都有人支持哦，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今天的那个教案都设计得蛮好，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哈，然后你们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想法哈，所以我们都给大家自己鼓掌，撑到最后哈，果然我们马倒水有提神的那个功效哈，所以我们可以撑到现在哈。那我们就进行那个最后的颁奖哈，我们请第3组的学员，谢谢大家。不要讲大声，谢谢大家，赶快出去，赶快出来。看到慧玉老师在进行这个课程的发表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因为他就是我第1期哈，就是跟我一起合作去发展课程的老师哈，所以他就是再度强势回归了哈。太强势了，每一个人来，很好用的书，我有推荐大家。我们拍一张合照。好，谢谢，那今天很谢谢大家哈，就是有非常非常精实的一个工作坊哦，可能都没有参加过这么精实的工作坊，我还听过就是别人去参加研习，有参加那一种静坐的哈，就是整个研习的过程就是在休息哈，睡觉哈，所以。当然那个是不同的学习哈，因为是让这个心灵可以沉浸，但是我们今天是真的是非常扎实的一个工作坊。那希望是大家在这个工作坊之后呢，都可以用这个工作坊上面所学到的东西哈，去进行你们课程或发展你们课程哈，然后希望对你们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有要继续参加我的这个计划的老师们哈，我们会有下一次的工作坊哈，我们会更细部的去讨论这个课程要怎么进行哈。那如果也有兴趣就是参与这个课程发展啊，或者是课程实施的老师哈，都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哈。好，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各位老师，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母亲节，然后大家还来参加研习，所以我们准备了花给每一位女老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没有拿到奖品没关系，我们签退之后呢，会送每位老师3本绘本，那你可以自由选在外面。那选完，还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名牌，再请大家留给我们这样子，所以3件事哦，签退、拿绘本，然后拿一朵花，祝大家周末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男老师的你们也可以拿回去送给你们的那个妈妈，或者是女性的朋友哈，或者是姐妹。现在其实那个母亲节也不过母亲节啦，因为有些人不一定有妈妈哦，这种都是过家长节啦哈。林老师。然后有停车的，是不是也有要教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已经都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3上下大，然后2岁啊，然后你们现在要说对，要其他人再来一点，大不去。然后我们也没跟你说我们会参加，我们不要来说要参加，甚至来参可以吗？对啊，刚刚才传的，刚刚才传的，说，然后再去了，好，谢谢。
好，没有，真的是辛苦。没有嘞，还没有到。就你看你不是很明显吗？我还没有要出啊，这样可以吗？没有。刚好不用，今天要晚上吃饭。加就是现在要哦，对，因为今天真的下来，它不会三张。那我们可以过去，就是我们的照片很健康。对，因为我们用这个下大雨，对，然后星期这些天还亮的话，那就会看不见。哦，那可以哦，我看得见病毒呢。我们也会舍命去啊，我们也是爱吃山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这样。慧宇老师，你等一下嘛，所以一起吃饭。就你今天没有他没有赶回去嘛，还是都可以啊？啊，对，有火车。应该在火车附，对，车站附近，就是走应该7分钟的事啦。啊，那火车附近。你可以上，我载你过去。好啊。那会产生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难，因为你它是好像有的所以你把照风那下雨啊。对，司马库斯让他先走，然后我要回到不是哪里？好，先讲，然后再把别的。我没有说谢谢。好像其实跟没关系，然后那你先跟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在过去，然后其他的他们在拿花包的，那个是最富穷的，对。好。
你好，我是我是昨天有订位这个补点的12位的，然后因为有些事情，所以我们只有5位，可以去。那对，你再帮我改成5位，对，就是5位。